怎么就想不开自杀了？他女儿还那么小，可怜哟。哎呀，可怜什么呀？听说是婚前失贞，被夫家给撵出来了。那孩子呀，还是他偷人生的野种。要我说，这种人就该进猪笼。长长不是野种，长长是娘亲的宝贝，娘亲不会自杀的。娘亲昨天还说要带昭昭去吃城南的麦芽糖，娘亲才不会丢下昭昭的。有人不忍心上去拉他，丫头啊，你娘已经去了，快起来，别冻坏了啊。昭昭不冷，昭昭想陪着娘亲。真可怜哟，她那个娘我见过，也不像个不守妇道的，而且瘦瘦的，好像一阵风都能吹走。前2天见了她还笑呵呵的，唉，今天就死了。很快衙门的人来了，仵作验了尸身以后叹了口气，死者是自杀，不过生前应该被虐待过，身上有不同程度的伤痕。既然如此，就替他收敛了吧。这丫头怎么办啊？中永侯府那边不打算认他，说他是个野种，早点死了才好呢。昭昭眼泪涌了出来，他想说他不是野种，可他不敢出声。不远处，一辆低调奢华的马车停了下来。前方发生了什么？属下这就去探探。侍卫离开了片刻，又折返回来。启禀王爷，是5年前怀着孕被中永侯府赶出来的温家大小姐温时宜，她在院子里自杀了。就是被错报找回来的大小姐。据说这温时宜刚出生就被调包，被村妇养大，后来才被温家找回来。只可惜是个不安分的，容不下养女温奕欢，处处针对陷害，被温府给扫地出门。好不容易嫁进了中永侯府，又因为婚前失贞怀了野种，怀着孕就被撵出来了，处处透着诡异，还真是有点意思。裴荣景漆黑的目光盯着昭昭精致的小脸看了半晌，莫名觉得有些熟悉，脑海中不自觉想起曾经重要时被他强迫的女子。只可惜那次过后，他再也找不到人。忽然他从马车上下来，径直朝着那边走去。王爷这是去哪里？燕雨，本王缺个女儿，你看她怎么样？王爷是想收养那个孩子啊？裴荣景阴冷的目光猛地瞥向他。你想说什么？属下是觉得王爷真有眼光，那孩子一看就跟王爷很像，简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他说着，目光又看了眼昭昭倔强的小脸，莫名的真觉得像极了。该不会真是王爷的孩子吧？昭昭正哭着，一道阴影照在他的头顶，他茫然的抬起头。小丫头，本王缺个女儿，你要爹爹不要？昭昭沉默。半个时辰后，裴荣景命人将温时宜的尸身收敛了，找了个风水宝地下葬。好了，现在可以跟本王回家了吗？谢谢叔叔帮我埋葬了娘亲。叫爹爹。爹爹。皇宫，太后的慈安宫。气死哀家了，哀家不过是让他去相看个姑娘，他倒好，竟然将人家姑娘的眉毛都给烧了。这要哀家什么时候才能抱上重孙女儿？太子还年轻，您还不如指望皇上多生几个。那个生不出孙女的不孝子，哀家还能指望他吗？满后宫的女人，就没一个生出女儿的，真是造孽呀！摄政王也到了娶亲的年纪，不如太后指望一下摄政王。荣景是个好的，可是哀家怎么听说他好南风？他真能给哀家娶个媳妇儿回来生孩子吗？他揉捻着眉心，想想就头疼。摄政王从殿外走了进来，手中还拎着一个奶娃娃，一言不发地塞进了太后的怀里。本王的女儿，你瞅瞅。太后惊得不轻，险些扔掉手中的小人儿，低头看了眼，就见一个脏兮兮的小女娃怯生生地望着他，叫皇祖母。皇祖母。片刻后，太后如梦初醒。你从哪儿抱来的孩子？母后不觉得这孩子和本王很像吗？嬷嬷在一旁端详了半晌。这孩子啊，和摄政王小时候像极了，尤其这眉眼和嘴巴，哎呦，简直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这孩子当真是你的？裴荣景扬了扬眉，没承认也没否认，总归是要当亲生的养的，是不是对于他来说也没什么关系。哎呦，长得真好看呀，眼睛亮晶晶的，不像你那个爹，一天到晚就知道板个脸。小郡主叫什么名字？
奶奶，我叫昭昭，朝露的昭。好名字。齐嬷嬷哪里被人这么亲切的喊过奶奶，顿时激动的眼泪也跟着出来了。小郡主可真可爱，就是怎么浑身都脏兮兮的，是不是有人欺负你？太后这时候也反应过来，忍不住皱眉。荣景，是你欺负昭昭了。裴荣景沉默。太后意识到这里面肯定有故事，想着孩子在这里也不好过多询问，招呼齐嬷嬷将昭昭带下去洗澡换衣服。她这才看向裴荣景，说说吧，到底怎么回事儿？母后可还记得5年前我在宁王府赏春宴被暗算那次？你是说你受了伤还中了媚药那次？没错。太后神色难看了起来。那次摄政王参加完赏春宴，回府途中遭了埋伏，不仅身受重伤，还中了媚药，躲进了一处破落院子中，才躲过了一劫。那时他已经神志不清，在媚药的作用下，把无意闯进来的少女给侵犯了。事后他也找了那女子许久，却杳无音讯。事情过去了这么久，没想到那女子竟然还为他生了个孩子。既然如此，当初是你强迫了人家，那女子也为你生下了昭昭，你挑个日子将那女子纳了，做个侧妃。裴荣景闻言皱了皱眉，如果你实在想当个正妃，也不是不行。她已经死了。什么？她已经死了，她婚前失贞，被夫家给赶出来了，受不了流言蜚语，抛下昭昭自杀了。可恶！若非你一直没找到那女子，又怎么会让她受这委屈？可怜了昭昭，小小年纪就没了娘亲。本王不会让她受委屈。太后叹了口气。昭昭被洗得干干净净，换了身橘红色的裙子，这才被齐嬷嬷牵着手走了回来。太后一眼看到她白净漂亮的小脸，更加确定了这就是裴荣景的孩子。昭昭紧张地缩在齐嬷嬷身后，哎呀，快过来，让皇祖母抱抱。昭昭目光看向裴荣景，见他点头，才小心翼翼挪到太后身边。真可爱呀，饿了吗？我让齐嬷嬷给你准备吃的。昭昭一听到吃的，眼睛亮了亮，又暗淡下去。昭昭不饿。他们都好，愿意收留自己，还给他洗澡穿新衣服。他不想让人觉得他事多，他可以忍着的，等到了饭点再吃。怪异的咕噜声从昭昭的肚子里响起。你这孩子饿了还不说。齐嬷嬷，快去让膳房准备饭菜，尤其是小孩子爱吃的水晶糕，也准备些。老奴这就去。不到半个时辰，色香味俱全的饭菜全部端了上来。昭昭啊，多吃点儿。哎呦，你看你瘦的，哀家都心疼了。昭昭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好吃的，眼睛都亮了。皇祖母，昭昭真的可以吃吗？这孩子都遭了什么罪呀？吃个饭都这么小心翼翼，都怪你。看把哀家的小孙女可怜的。突然被埋怨的裴荣景尴尬地摸了摸鼻子。以后不会了，本王再也不会让她受委屈。他也夹了一只鸡腿放在昭昭碗里。快吃吧，以后想吃什么呀，就跟爹爹说，不要害怕，我们都是你的亲人。昭昭乖巧地点头。他小小的一个人，吃饭的时候也是慢条斯理的，小口小口地吃，看起来格外小心。昭昭吃的不多，长期的营养不良导致他的胃口很小，没吃2口就饱了。他看着还剩下大半碗的饭菜，有些不舍。昭昭吃不下了啊，吃不下就不吃了，晚上吃太多也不好消化。那我可以带走他们吗？他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，他想带回去慢慢吃。当然可以，哀家稍后就让齐嬷嬷全部给你装起来，都给你带回去。谢谢皇祖母啊。
吃过晚饭，昭昭就跟着裴荣景坐着马车回了摄政王府。裴荣景率先下了马车，能下来吗？要不要爹爹帮你？昭昭看了眼马车的高度，小脑袋摇了摇。昭昭自己可以的。她提着裙子，轻轻一跳就落在了地上，还自豪地扬起小脸，冲裴荣景咧嘴一笑。裴荣景忍不住嘴角跟着愉悦地翘起。管家迎了出来，看到昭昭那张熟悉的小脸，小嘴张得能吞下一颗茶叶蛋。王爷，这小姑娘是？这是王爷的女儿昭昭郡主。王爷何时多了个女儿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裴荣景看着昭昭身上明显不合身的衣裙，忍不住皱了皱眉。去将京城有名的制衣坊都叫来，为郡主量身定制一些衣服首饰。另外，按照她的尺寸买些时下最流行的成衣和首饰回来。老奴这就去安排。走吧，昭昭，跟爹爹回家。裴荣景牵起昭昭的小手，直接进了王府。裴荣景将她带到距离自己院子最近的小院。以后你就住在这里，本王会派几个丫鬟过来照顾你。那边的院子是爹爹的，你想见爹爹，随时都可以来。昭昭站在院子门口，拘谨的没有动，小脸煞白。怎么不喜欢吗？那本王再带你看几个院子。喜欢，只是裴荣景弯下腰，直视他的眼睛。怎么了？昭昭可不可以和爹爹一起睡？昭昭以前都是和娘亲一起睡的，昭昭不想一个人睡。裴荣景眉头一皱，俊美的脸僵硬了。小郡主，你现在已经4岁了，不能和王爷一起睡了哦。可是昭昭一个人害怕。他伸手揉了揉昭昭的脑袋。不怕，有青梅和粉桃陪着你。青梅和粉桃是挑选给他的贴身婢女。粉桃温柔地笑着蹲下来，乖，小郡主晚上睡觉，奴婢们会守在旁边的。对，奴婢也会守着小郡主的。昭昭苦着一张脸，张了张嘴想说什么，又咽了下去。他不能任性，否则新爹爹会不喜欢他的。夜晚，睡梦中的昭昭忽然低低抽泣起来，惊动了躺在旁边榻上的青梅。他急急地走上前，看到昭昭不知是不是做噩梦，眼泪哗哗地流下来。娘亲不要走，娘亲不要丢下昭昭，娘亲。郡主，哎呀，小郡主，你是不是做噩梦了？昭昭好像听不到他的呼唤，闭着眼睛哭得伤心极了。听到动静的粉桃也走了进来，见状伸手在他的额头上探了探。呀，不好，小郡主发烧了！青梅迅速站起身，我这就去通知王爷。片刻后，青梅带着裴荣景回来了。粉桃站起来行礼。王爷，郡主状态很不好，好像梦魇住了，怎么都叫不醒。裴荣景上前摸了摸他滚烫的额头。可请了府医？已经找人去通知了，这会儿怕是在来的路上了。昭昭睡得很不安稳，小脸泛着不自然的潮红，眼睛闭得死死的，眼泪却不停地流下来。府医怎么还不来？还不快去催？是，奴婢这就去。青梅一抖，立马往外跑。他刚跑出房门，就看到管家带着府医急匆匆走来。快，王爷已经等急了。府医不敢多做停留，马不停蹄地进去给昭昭把脉。片刻后叹了口气：这孩子情绪大起大落，受了冻，又长期营养不良，这才病倒了。老九这就给他开一副药方，熬好给他喝下去，很快就会好。还不快去！府医擦了擦额头的汗，立即出去写药方了。药熬好后，裴荣景亲自给他一点点喂了进去。见小丫头苦得直皱眉，还给她贴心的塞了一颗蜜饯。他刚将人放下，袖子就被小丫头给拽住了，嘴里不知道嘟囔了句什么，这才安稳的睡了。他眉头皱得更深，扯了扯衣袖，结果刚动，就发现小丫头嘴巴一憋，又要哭出声。裴荣景立马不敢动了，只是一张脸铁青着，很不自在。小郡主这是不想让王爷走。看着小丫头没有安全感，即便是睡着了也舍不得放手的模样，裴荣景心底好像被啄了一下。这还是第一次有人如此信任他，依赖他。这里有本王守着，你们都下去吧。青梅和粉桃退下后，他盯着那张和他十分相似的脸，忍不住有些好奇。一开始只是想养着逗逗乐，顺便逃避太后的催婚，没想到随手捡回来的小丫头竟然和他长得如此相似。若不是知道当时温世宜才被找到，人还没进京，他真要怀疑这丫头是自己的种了。翌日，敏锐的裴荣景刚觉察到一道视线落在他的身上，他就唰地睁开了眼。小丫头刚靠过来的小身板一抖，立马缩了回去。爹
爹爹。裴荣景愣了片刻，眼底的冷冽瞬间收敛，他伸出手在他头上摸了摸，灼热的温度已经退了。好点了吗？还有没有哪里难受？昭昭好啦。王爷，宫里传来话，皇上命您带着昭昭郡主即刻进宫。带上昭昭。裴荣景脸黑沉了下来，心中已经知道了皇兄想要干什么。爹爹，是昭昭做错了什么吗？裴荣景闻言一怔，面色温和了许多。是爹爹想到了讨厌的人，和昭昭没关系。昭昭乖巧的点头。太好了，爹爹不是生我的气。昭昭洗漱完就被抱着塞进了宫里派来的马车。爹爹，我们是要去见皇祖母吗？还有个很讨厌的人。很讨厌的人。昭昭一头雾水。爹爹讨厌的人，昭昭也不喜欢，昭昭只喜欢爹爹。听他这么一说，裴荣景十分不爽的心情立即好转。不知道那位听到这话会不会气？慈宁宫，裴荣景刚牵着昭昭进去，就被一群人给围住了。啊，这是摄政王的女儿吗？跟她长得好像啊，好乖，好甜。太子殿下绕着昭昭走了一圈。哪里像了？分明更像本殿下。皇叔绝对是抢了姑的女儿。二皇子轻嗤出声。哼，大哥好不要脸，自己不想娶妻子自己生，就想抢别人的。六皇子趁机钻到了昭昭面前。哎，小娃娃，本殿下瞧你颇有几分眼缘，可否跟本殿下回府啊？昭昭害怕的往后缩。这就是爹爹讨厌的人吗？果然好可怕，一上来就想抢走昭昭。朕还在这里，什么时候轮到你们了？况且昭昭和你们辈分相同，你们是想占谁的便宜啊？太子和六皇子俊脸一窘，还没开口解释，就感受到一道阴冷的视线落在他们身上，抬头就与裴荣景目光对上。皇叔，好巧啊，你也在啊。侄儿眼睛可真好使，本王一直在这里，你才看到。太子裴敬轩尴尬的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。昭昭，快过来，朕是你的黄伯伯。昭昭害怕的往裴荣景身后缩了缩，抬头看向自己爹爹，好似在询问。裴荣景眉头一挑，有被愉悦到。皇兄，我女儿她怕生。皇帝气得咬牙切齿，别以为他没看见，刚才小丫头是想询问他的意见，结果这家伙直接变相的拒绝他。太后在一旁笑得开怀，丫头快过来，哎呀，让皇祖母抱抱。就在众人以为昭昭不会去时，昭昭直接朝太后扑了过去。皇祖母啊！哎，众人面色一僵，这咋还挑人呢？尤其是皇帝，脸黑得像锅底。太后见他那吃了瘪的样子，忍不住笑出声。快去让你黄伯伯抱抱，他从昨夜呀听说你的存在，到现在都没舍得闭眼，一大早就盼着你过来啦。昭昭闻言有些吃惊，不自觉地朝皇帝看去，后者僵硬黑沉的脸在看到小丫头看过来时，硬是挤出一抹笑。昭昭突然觉得她有点可怜，小眼神不自觉扫向裴荣景。裴荣景见皇帝吃瘪，心情大好，想过去就过去，爹爹准了。昭昭眼睛倏地一亮，迈着小短腿就朝皇帝伯伯身边跑。黄伯伯。朕的好昭昭。他立即弯腰将昭昭抱起来放在腿上。昭昭快说，你都喜欢什么？只要朕有的都给你搜罗过来。什么都可以吗？什么都可以。那昭昭要好多好多糖果，要吃不完的糖果。昭昭喜欢吃糖，可是娘亲买不起糖果，昭昭就只能爬到树上摘桃子吃。可是桃树上的果子好小好涩，每回昭昭吃了，嘴巴都会麻麻的。众人一听，全都愣了下，尤其是皇帝气鼓鼓地瞪着裴荣景。你就是这么照顾昭昭的？朕看你也当不好一个父亲，不如将昭昭记在朕的名下，朕一定会是一个好父亲的。那都是本王找到昭昭以前的事情，以后本王不会让她受一点委屈。皇兄想要女儿，还是和皇嫂努力生一个吧。还生啊？都生了3个了，全是男孩，放过我不好吗？太子、二皇子和六皇子都是我生的呀。你别得意，朕早晚会有女儿的。昭昭眼底浮现笑意，他觉得这些人好像都不讨厌他，而且还都是爹爹的亲人，他好开心，他以后也是有亲人的人了。在宫里吃过早膳，皇帝又安排马车将他们送出了宫。刚走进王府，管家就急匆匆地走来，在裴荣景的耳朵边低语了句。裴荣景的面色顿时阴沉了下来。昭昭，爹爹还有公事处理，你先回院子好不好？我可以在旁边等爹爹吗？裴荣景皱了皱眉，想起地牢的血腥。爹爹是要去审讯犯人，你不害怕？
有爹爹在，周昭什么都不怕。什么都不怕，这小丫头可真敢说。好，爹爹带你去，不过一会儿可别害怕的哭鼻子。昭昭信心满满的点着小脑袋，紧跟在他的身后。几人很快来到了王府的地牢。裴荣景悄悄朝小丫头扫了一眼，见她并没有露出恐惧的神色，悬着的心松了下。地牢中央绑着一个黑衣人，他的身上布满了鞭伤。燕羽见到来人，立马恭敬道：王爷，刺客还是不肯招供。他说完就对上了昭昭的小眼神。王爷竟然把郡主都带来了。裴荣景冷冷地哼了声，牵着昭昭的手走上前。本王劝你还是老实交代，否则本王不介意一刀刀将你凌迟。你以为我会怕死啊？想要知道我主人是谁？等你死了，我再告诉你。还敢嘴硬？这个人我认识，我在淮南王府见过他。我也是。上次我偷吃了王府里的一点糕点，他还想杀了我呢，还好我跑得快。他就要死了，摄政王可是凶残的很，绝对不会放过他。昭昭微微皱眉，他爹爹才不凶残。他顺着声音朝牢房的角落望去，竟然看到了2只小老鼠凑在一起啃着馒头屑。他呲了呲牙，凶巴巴道：我弟弟是大好人，天大的好人，对昭昭很温柔的，才不凶呢。2只老鼠惊愕地看向昭昭，他是在跟我们说话吗？不确定，要不再看看？没错，我就是在跟你们说话。老鼠手中的馒头屑掉在了地上，一哄而散。过了一会儿，又小心翼翼地跑回来。你真能听懂我们说话。你们不准说爹爹的坏话。不说。你们刚才说你们见过这个坏人，那他是哪里的？淮南王府啊，他是淮南王养的死士，就是他想要刺杀你爹爹。一次不成，他们还会派人过来的。好像是你爹爹拿了他什么重要的东西，他怕那东西泄露出去。可恶，我是不会让他得逞的。裴荣景听见小丫头自言自语，有些好奇地揉了揉她的脑袋。昭昭是不是害怕了？昭昭摇摇头，一脸纠结地看着他。爹爹，那个黑衣人想要刺杀你吗？昭昭别担心，爹爹很厉害，他们杀不死爹爹的。可是小老鼠说淮南王还会派人来刺杀你的，和他一样都是死士。你说谁？淮南王。淮南王？什么淮南王？是淮南王。裴荣景的面色瞬间冷凝了下来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小老鼠嗖的一下跑没影了。别提我们，他会把我们都抓起来剥皮抽筋的。昭昭好像没听到，是小老鼠告诉昭昭的，他们在淮南王府见过他。就刚才那2只老鼠。爹爹，我跟你说哦，他们之所以刺杀你，好像是你拿了淮南王一件很重要的东西，淮南王怕你将那个东西泄露出去，才要杀你灭口的。裴荣景一头雾水，他和淮南王交情甚浅，他何时拿走过他什么东西？爹爹是不相信昭昭吗？不是，爹爹只是很惊讶，昭昭竟然能听懂老鼠说话。昭昭很厉害的。对，昭昭最棒了。他牵着昭昭的手重新走回来。你以为你不说，本王就查不到是不是淮南王派你来的？你怎么知道？说完反应过来，立即否认。不，我不是。你想要攀要淮南王，我才不会上你当呢。哦，是吗？难道你不想知道那件东西被本王藏在何处？黑衣人彻底慌了，眼底布满惊恐。他知道，他竟然真的知道了。刺客的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，可是裴荣景还是不解，他真的没拿过淮南王任何东西，他为何会盯上他？裴荣景拉着昭昭走到一旁的凳子上坐下。说吧，那东西是什么？为什么淮南王宁可刺杀本王，也不敢过来讨要？你不知道，你诈我！裴荣景并不否认，依旧似笑非笑盯着他。黑衣人顿时觉得头皮发麻，他果然如传闻中那般恐怖。是。黑衣人咬着牙，硬是一声不吭了。他也不知道啊，他收到的命令就是找一件女子的东西，又没说是什么。我知道，是他让人偷走的皇贵妃肚兜。没错，淮南王痴恋皇贵妃，奈何皇贵妃却嫁给了皇帝，还忍受不了相思之苦，这才让人偷了肚兜放在床头，睹物思人呢。可惜上次太后生辰宴时，他喝了酒，肚兜不小心遗落，被太后的猫叼走了。摄政王刚好路过，还以为是摄政王捡走了，他怕摄政王威胁到皇贵妃的性命，才要先下手为强的。昭昭小脸皱巴巴的，好像没有完全听懂。爹爹，什么是睹物思人呐？还有淮南王为什么要偷皇贵妃的肚兜呢？小郡主说了什么？丹王偷了皇贵妃的肚兜，还睹物思人，这是我能听到的吗？这也是小老鼠告诉你的？
他们还说皇祖母收成的时候，淮南王弄丢了皇贵妃的肚兜，以为是你捡走了，怕你伤害皇贵妃，这才要派人杀你灭口呢。裴荣景脸色铁青，不是，主子就为了个肚兜让我们来送死？裴荣景站起身，眼神凉凉地落在黑衣人身上。不用审了，放他回去，让他告诉淮南王，本王可没兴趣偷什么肚兜。昭昭被他抱着往外走。爹爹不去找淮南王报仇吗？淮南王曾经为大圣朝立下汗马功劳，因为上阵杀敌断了子孙根，即使对皇贵妃有念想，也无济于事，且皇兄知道了也不会处置的。爹爹受委屈了。本王可不是会吃亏的人，等着吧，那老家伙会自己上门赔礼道歉的。调查到刺客背后的人，裴荣景心情大好，下午干脆带着昭昭去逛街，害怕阵仗太大，昭昭不自在，他只带了燕语一人出门。到了京城最大的饰品房，裴荣景拉着昭昭就往里走，留了燕语守在门口。昭昭看上什么就拿什么，爹爹都给你买。爹爹，我不想要，爹爹给昭昭准备的东西都很好，还那么多，昭昭都用不完了。那怎么够？一天一套，那些都不够昭昭1个月穿的。一天一套，爹爹是要将我当成画架子吗？裴荣景瞧着他震惊的小模样，忍不住笑着摇头，看把小丫头吓得。他转身对着小厮说道：好了，去把适合他的东西都包起来，送到摄政王府。小的这就去办。买完了首饰，他又想起来这小丫头好像还没吃过醉春楼的水晶虾饺，就准备带她去尝尝。刚准备出门，昭昭迎面就撞上了个身影，有巴掌昭昭朝脸呼来，他下意识抬手一躲，巴掌落在了他的手背上。不长眼睛的贱东西，我家小姐也是你能撞的。裴荣景刚跟小厮说话，没注意，等他反应过来，他抬脚将人踹飞出去。什么脏东西也敢动本王的女儿？他心疼地弯下腰，将昭昭抱起来，看着他红肿的手，眼底的寒意更浓烈。燕语，他哪只手动的昭昭，就废了他那只手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办。丫鬟还没爬起来，燕语已经走到了跟前，抬起脚踩在他的手腕上。疼不疼？不疼。小骗子，都红了还不疼？有爹爹在，昭昭就不疼了。见到自己贴身婢女被废了一只手，苏慕瑶忍不住哇地哭出声来。你们知不知道我家小姐是谁？她可是中永侯府的五小姐，你们敢这么对我们，就不怕中永侯府报复吗？报复本王很好。燕语，让人去请中永侯过来。是。这人竟然认识中永侯，他还自称本王，该不会是什么皇室中人吧？丫鬟哆嗦了一下，咬了咬牙，不甘示弱。哼，你们撞到了人，还敢叫我们侯爷过来，怕不是想要虚张声势吧？他一个王爷出门，怎么会不带随从？肯定是冒充的。小厮已经将东西打包好抱了出来，一见这阵仗，顿时慌了。裴荣景却示意他搬来了东西和茶具，径直坐了下来。别急，等爹爹替你报仇。昭昭有些懵懂的点点头。爹爹方才不是已经把坏人打了吗？怎么还要报仇呢？中永侯很快就来了，刚进门，苏慕瑶哭着冲过去抱住他。祖父，他们欺负瑶瑶。哎呦，这不是我最疼爱的小孙女吗？怎么哭成这样了？瑶瑶乖，快告诉祖父，谁欺负你了？是那个小贱人，他不仅撞了小姐，还让他的人打断了小姐婢女的手。好大的胆子！你们没说瑶瑶是中永侯府的小姐吗？奴婢说了，可是对方根本就不把中永侯府放在眼里，还嚣张地说，即便中永侯来了，也得向他们低头认错。苏慕瑶诧异地看向丫鬟，刚才对方这么说了吗？不过看到祖父越发愤怒的脸，苏慕瑶立即打消了说穿的念头。那个小贱人竟然如此羞辱我，就要好好教训一顿。还有他身边那个人，他竟然敢打断翠儿的手腕，真是该死！放肆！那人在何处？在那里。钟永侯恼怒地抬头，猛地瞧见一张熟悉的面孔，立即上前恭敬道：摄政王怎么也在这儿？您刚才可是看见了那欺负我孙女的贼人？裴荣景嘴角一勾，将手中茶盏放下。本王就是钟永侯口中的贼人，钟永侯打算怎么处置本王呢？王爷这是何意啊？怎么，你家里的贱婢没有告诉你？钟永侯难以置信地扭头朝丫鬟望去，后者紧张地缩了缩脖子。贱婢刚才说是王爷的人撞到了瑶瑶，还出手伤了他的贴身婢女，可有此事？即便您是王爷，也不能肆意伤人吧？今天他要是不给我一个解释，
我就进宫告御状，我的孙女儿可不能白白被欺负。是又如何？王爷，不知老夫的孙女儿哪里得罪了王爷，您要如此对她一个小娃娃？你在质问本王吗？老夫不敢。钟永侯嘴上说着不敢，态度却很恶劣。他可是跟着先皇打江山的，在摄政王跟前，他就是长辈，一个他看着长大的毛头小子，还敢在他跟前耍威风。若是没有他们这些老的帮忙，他能当上摄政王，江山能是他裴家的？放肆！那钟永侯不如先回答本王，长国郡主又该当何罪？什么郡主？哼，本王的女儿昭昭郡主被你钟永侯府的贱婢给打了。摄政王什么时候有了女儿了？钟永侯如被雷劈，他的目光迟钝地移动到昭昭的脸上，在看到那张如同摄政王缩小版的脸蛋时，心口猛地一跳。还真是摄政王的女儿。他猛地扭头冲丫鬟质问：你怎么没说郡主被打了？丫鬟被吼得一缩扑通跪在了地上。奴婢他刚刚还撒谎呢，爹爹才没有说过，即使钟永侯来了也得低头认错，那是他自己说的。昭昭说完，仰起头看向裴荣锦：爹爹，昭昭没有说错吧？昭昭记性最好了，当然没说错。钟永侯怒火攻心，他堂堂侯爷竟然被自己家的下人给耍了。瞧着裴荣景对昭昭的宠溺，钟永侯知道今天怕不能善了了。是老夫没有看管好下人，让他们冲撞了郡主，老夫回府后定会好好管教。侯爷还真是慈悲，要是本王的人，这种欺主的奴才就该杖杀了。奴婢知错了，求侯爷放过奴婢，奴婢再也不敢了。钟永侯黑沉着脸：来人呐，将这2个欺主的贱婢给本侯拉出去打杀了。侯爷饶命啊！郡主，我们错了，求求你放过我们吧。很快就有人将他们拖了出去。昭昭张了张嘴，想替他们求饶，看到裴荣景阴沉的脸时，又憋了回去。是觉得爹爹太狠了吗？爹爹没有错，如果今天昭昭没有爹爹护着，昭昭肯定会被他们打死的。裴荣景愉悦地挑挑眉，没想到小丫头还不蠢。苏慕瑶小脸煞白，眼睛死死地盯着昭昭，都怪他，要不是他，看着他从小长大的2个丫鬟也不会被杖毙了。很快外面的求饶声小了下去，直到停止。老夫这么处理，王爷可满意了？只是处置2个本就该死的丫鬟罢了，本王为何要满意？那王爷还想怎么样？侯爷的人打伤了本王的女儿，还一口一个贱人，侯爷难道不应该给予补偿吗？王爷是想……刚好本王的昭昭缺些首饰，本王正打算给她买些回去，不如这笔钱就由侯爷来出，如何？钟永侯气得牙疼，也不得不认栽。只是到付账的时候，他以为自己出现了幻听。你说多少？2万两？她一个小丫头买那么多首饰做什么？本王的女儿就要宠着，1天1套不行吗？侯爷还是快付钱吧，本王还要带昭昭去吃醉春楼的水晶虾饺呢。你有钱，你了不起，你有本事你出钱呢。最终咬着牙将银票掏了出来，临走时还恼火地冲昭昭冷哼。父女俩开心地去吃了醉春楼的水晶虾饺，一直到傍晚才回家。刚进王府，守在门口的2位皇子就涌了上来。嘿嘿，昭昭，快看哥哥给你带了什么。二皇子裴景彦从后面撞开他。昭昭肯定最喜欢二哥哥带来的糖葫芦了，对不对？昭昭呆愣愣地看着他们，一时之间忘了反应。这么晚了，你们过来干什么？嘿嘿，当然是来找昭昭妹妹的啦。我可是求了父皇好久啊，他才同意我和二哥出来的，以后是要在皇叔的府邸里住上几日了。没错，皇祖母担心昭昭没人陪她玩，也同意了我跟过来。裴景彦勾唇一笑，都近水楼台先得月了，他就不信骗不走昭昭跟他们回宫。裴荣景垂眸看了眼昭昭，昭昭还小，他又不能随时待在昭昭身边，他确实需要有人陪伴。想留下来可以，不过你们可要保护好昭昭，若是让本王知道昭昭受了委屈，本王立即将你们打包送回去。皇叔放心，有我们在，谁也不能欺负昭昭。翌日一早，摄政王就去了昭御司处理公事，裴景彦和裴昭堂带着昭昭去了白鹿书院。刚走进书院，迎面就撞上了被人围在中间的苏慕瑶。他一见到昭昭，眼睛都红了。哥哥，就是他，是他昨天撞了瑶瑶，还让祖父杖毙了翠儿他们。
跟在他身后的2个小萝卜头闻言，神色立即变了。苏松年将苏慕瑶拉到身后，好一个小贱人，敢害得我妹妹被祖父责怪，看我今天不打死你！哥，别跟他废话，直接打。他就是个小野种，也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，被摄政王捡回去。我看啊，摄政王就把他当个玩意儿，玩腻了就扔了。苏洵在旁边煽风点火，昭昭吓得往后一躲，两人直接冲了过来。旁边的裴景燕立马上前护住昭昭。谁准你打我妹妹的？呸！就打他了，谁让他欺负我妹妹？你敢拦着我们，我连你一起打！小爷不发怒，你当我们是病猫啊？裴昭堂也火了，很快4人就扭作了一团。裴景燕和裴昭堂压着对方打，不一会儿就打得他们鼻青脸肿。苏慕瑶还想趁昭昭不注意从身后推他一把，谁知道昭昭早就看到了，他猛地侧身，伸脚绊在他的腿上。苏慕瑶重心不稳，直直朝苏松年他们摔下去。昭昭骑上去就左右挥拳。他从小就爬树摘桃子，力气可比这些同龄人还大。苏慕瑶嘴角都被打出血了，疼得哇哇大哭。裴景燕和裴昭堂对视一眼，妹妹也太厉害了。很快这边的动静引来了夫子。你们当老夫的学堂是什么地方？把你们的家人都给老夫叫过来，老夫倒是要看看他们是怎么处置你们。听说要叫家长，苏松年、苏洵和苏慕瑶顿时小脸煞白。他们的父亲要是知道他们在学堂里打架，肯定会加法伺候的。反倒是裴景燕和裴昭堂很是淡定。敢让皇帝过来，吃了雄心豹子胆了。白鹿学堂的学子们不仅有名门望族，也有平民百姓。为了防止学子们一心只想攀附权贵，来这里的人都隐瞒了身份。苏慕瑶的父亲最先来的。发生了什么事情了？你脸上的伤是怎么来的？都是那个坏丫头，她推倒了我，还让人打伤了哥哥。苏怀瑾的目光顺着他的手指落在昭昭身上。这丫头有点眼熟啊，我以前见过吗？真是个没有教养的东西。咦，羞，打不过就告状，不是你们先动的手吗？2个大废物加一个小废物，哼，就凭你们还想打我妹妹？嘿，弱鸡！真想撕了这2个人的嘴巴呀！苏怀瑾从他们的对话中分析出来一些真相。小年纪就怂恿他人打架，你的家教就是这般低劣吗？慕瑶是他的女儿，他看着长大的，若非主动招惹他，他是断不会主动欺负人的。小丫头年龄不大，心思却这般歹毒，也不知道大人是怎么教的。这样道德素质低下的人是怎么进的白鹿书院呢？已经走到院门口的裴荣景恰好听到了这句话。苏怀瑾就是将温世宜休弃出门的人，虽然不知道温世宜是否婚前偷人，但昭昭现在是我的女儿，昭昭的教养还轮不到别人指手画脚。裴荣景轻嗤一声，迈着步子走了进来，目光先在昭昭身上扫过，见她没有受伤，这才转向苏怀瑾。本王的女儿教养如何，还轮不到苏世子来评判吧。他说完垂头看向昭昭，安抚地揉了揉他脑袋。昭昭一向最乖了，你女儿为何要欺负昭昭？不应该从她身上找问题。如果世子实在找不出来，本王也可以代劳。千错万错都是你女儿的错，跟我女儿有半毛钱关系？听懂了他话里面的意思，苏怀瑾的脸色难看了些许。据我所知，摄政王好像并未娶亲，哪来的女儿呢？怎么，本王娶没娶亲，纳没纳妾，与谁睡了，难道还要向世子一一禀报吗？在下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什么意思？怀疑本王的女儿是假的，故意借机找世子不痛快？在下……裴荣景直接打断他。你女儿为何要欺负本王的女儿？你不妨回去好好问问钟永厚，若再有下次，本王会直接替你管教。苏怀瑾眼底充满不解，疑惑地看向苏慕瑶，见对方目光心虚的躲闪，顿时觉得事情恐怕不简单。此事在下定会调查清楚，给王爷一个交代。交代？本王不喜欢等，不如世子现在就给本王一个交代吧。苏怀瑾神色一正，暗自咬了咬牙，转身对着3人各扇了一巴掌，直接将3人打懵了。尤其是苏慕瑶眼睛红彤彤的，还不敢哭出来。王爷现在可满意了？不满意，继续打，打到本王满意为止。王爷，怎么需要本王的人亲自代劳？苏怀瑾脸已经难看到了极点，
他捏了捏手，转身又对着三人扇，巴掌声此起彼伏，听得人心肝俱颤。裴荣景抱起昭昭，转身就走。燕雨，你留下。苏世子什么时候打得他们跪地求饶，什么时候放他们离开。属下遵命。出了学院，裴荣景才担忧地看向昭昭。昭昭可曾见过他？昭昭并没有见过他，爹爹为何这般问？裴荣景眼底闪过了然，同时松了口气。没见过最好，像他那种烂人，昭昭还是别跟他扯上关系的好。那听爹爹的。嘿，皇叔，我们厉害吧？我们今天可是保护了昭昭妹妹哦。啊，皇叔，你为什么打我呀？谁让你们带妹妹来白鹿书院的？我们怕妹妹在家里无聊，这才带她出来的。还有你当哥哥的都不知道拦着点儿。皇叔，我们知道错了，以后再也不敢带昭昭妹妹来书院了。知道就好，再有下次就给本王滚回皇宫去。裴景彦和裴昭堂低头不语。爹爹，你别凶他们了，是昭昭自己想出来的。好，爹爹不凶。晚上，昭昭还在睡梦中，忽然被院子里的动静吵醒了。青梅和粉桃都不在，她自己爬起来跑了出去。刚走出房门，就遇到了返回来的青梅。青梅姐姐，外面发生了何事？宫里来了消息，太子殿下的毒又发作了，王爷和2位皇子已经准备进宫去了。太子哥哥毒发？我知道，我听宫里老鼠说，是有人给太子殿下饭菜里下了毒。对，那毒是从西戎带回来的，连御医都没有办法呢。肯定没办法啦，御医都没见过那种毒。其实很好解的，只需……昭昭听到声音，立马冲进了房间，四处翻找着什么。青梅追了进来。郡主在找什么？可以告诉奴婢，让奴婢来找吗？我在找刚才说话的老鼠。哈？老鼠会说话吗？很快，昭昭就在床底下发现了2只小老鼠。快出来，我带你们进宫。我们才不要去，那些人会踩死我们的。没错，我们还不想死呢。昭昭会保护你们的。小老鼠还是害怕，但是昭昭已经伸手将它们抱进了怀里。老鼠！青梅眼睛倏地一翻，晕了过去。昭昭焦急地将她拖到床上放好，抱着老鼠往外冲。不知道爹爹他们是不是已经进宫了？没有，刚才我听东虫说他们还在大门口，不过已经快出发了。小丫头，你跑快点！昭昭闻言一咬牙，跑得更快了。就在马车驶出去的刹那，昭昭追了出来。爹爹！马车上的裴荣景唰地睁开了眼，他怎么好像听到了昭昭的声音？爹爹！昭昭又不死心地喊了一句：我好像听到了昭昭妹妹喊皇叔。我也听到了。停车！他呵斥了一声，掀开车帘跳了下去，将跑过来的小丫头接到怀里。谁让你跑出来的？我听说太子哥哥中毒了，我想去看看太子哥哥。那你就能大半夜自己跑出来。青梅和粉桃呢？怎么没跟着你？青梅姐姐被吓晕了，粉桃姐姐不知道我跑出来了。吓晕？这是小老鼠，青梅姐姐害怕老鼠。裴荣景压下心中的不适，问道：这是那天地牢里的2只。哇，爹爹好聪明，就是他们。他们说太子哥哥中的毒是西戎那边的，所以御医才找不到解药。西戎？难怪那么久了，太子身上的毒还是无法消除，原来是西戎。爹爹别担心，小老鼠知道解药是什么，你快带昭昭一起进宫吧。裴荣景闻言点了点头，知道2只小老鼠会说话，也就没那么膈应了，连带着他们将昭昭抱起来塞进了马车。几人很快就进了宫，直接去了太子东宫。太子裴敬轩迷迷糊糊地躺在床上，皇后在旁边哭成了泪人。太后不断转着佛珠，就连皇帝都阴沉着脸一言不发。白玉衣叹了口气：哎呀，此次毒发尤其猛烈，以往的办法已经压制不住了。若是能知道太子殿下中的何毒，微臣说不定还能找出解药。裴荣景带着3人刚走进太子寝殿，就听到了白玉衣的话：太子哥哥究竟中的是什么毒？要怎样才能解掉？是西戎的噬心曼陀。中毒者初期会感到轻微的头晕、四肢乏力，极易忽视。慢慢的，毒素会扩展到5脏6腑，身体浮现出藤蔓形状的纹路，让人疼痛钻心刺骨。那解药是什么？冰雪莲啊，皇帝的宝库中就有一朵。上次我还想进去偷吃来着，结果那门封得死死的，一个老鼠洞都没有。昭昭破涕为笑，还好封得死死的，否则岂不是被他们给吃了？裴荣景见他忽然笑了，扭头问他：是找到解药了吗？爹爹，
风儿过来。昭昭趴在他的耳朵上嘀咕了半天，裴荣景凝结的眉峰终于舒展。他走到床榻边，看向白玉一道：本王曾经在攻打西戎的时候见过这种毒，叫做噬心曼陀。想要解除噬心曼陀，唯有冰雪莲。他说完，目光望向了皇帝。皇兄，臣弟记得你的宝库中就有一朵西域进贡的冰雪莲。皇帝嘴角抽了抽，感情太子受了这么久的苦，你现在才看出来是噬心曼陀。感受到皇帝的哀怨，裴荣景不自然地摸了摸鼻子。他也是才知道好不好？皇帝狠狠瞪他一眼，转身朝大总管吩咐：还不快去取朕的冰雪莲？哎，老奴这就去。大总管走后，白玉一好奇地上前询问：那王爷之前怎么没有发现这毒的来源呢？噬心曼陀起初症状并不明显，本王也是今日看到他脸上的青痕才想起来的。裴荣景信口胡诌了个理由，偏偏这个理由让人不得不信服，因为太子之前毒发确实没有这些症状。一个小太监趁人不注意，打算悄悄溜出去。呀，快看，那个投毒的杀人凶手要跑了！昭昭耳边忽然响起一道清脆的声音，他茫然地抬头看去，正好看到太后身后齐嬷嬷怀里抱着的小白猫。这小丫头一直盯着本喵干什么？不去抓下毒的太监，看本喵就能抓住凶手了。她怎么还看本喵？难道本喵今天没洗脸，被她给干出来了？喵喵喵！就说不能给人类当宠物，本喵都堕落了。哼，明天就去后妃宫里偷2块金元宝耍耍。这只肥猫好啰嗦，比昭昭还啰嗦呢。小丫头，那只猫说的没错，你再不去抓那个小太监，它就要被灭口了。小老鼠缩了缩，往昭昭怀里躲得更深了，生怕那只肥猫看到它们。白猫轻蔑的眼神扫过昭昭的怀里，嫌弃的不行。它可是天天光顾御膳房的喵，有山珍海味的美食不吃，它会去吃2只臭老鼠。昭昭不敢耽误，上前扯住裴荣景的衣摆：爹，快跟我走，再不去就来不及了。裴荣景有些懵，很快他就在昭昭的带领下来到了冷宫附近。爹，快抓住那个人，是他给太子哥哥下毒的。裴荣景顺着他的手指看向冷宫门口，那是太子宫中的长侍太监，他怎么会来冷宫？难道真是他给太子下的毒？爹，快，他马上就要被灭口了，快抓住他，就能知道是谁要害太子哥哥了。裴荣景神色一凛，抱着昭昭直接从城墙上越过。啊，我飞起来了！他们刚一落地，就看到长侍太监正被一个黑衣人按着往井里丢。什么人？裴荣景抱着昭昭迎了上去，黑衣人顿时一惊。裴荣景冷着脸和对方打得有来有回，几个回合下来，他不仅没有杀得了太监，自己还受了重伤。黑衣人自知不敌，一个虚晃猛地朝黑夜逃窜而去。裴荣景刚想追过去，爹，快救人，他被灌了毒药。他猛地回头，果然看见长侍太监的脸色青紫，明显中毒的迹象。裴荣景提着他直接回了东宫。裴荣景将太监往地上一丢，一定要救活他。白玉一见状也不敢耽搁，这明显中毒已深，再不救就来不及了。皇帝他们见状全都围了过来。这不是太子宫中的长侍太监吗？他这是怎么了？中毒了吗？就是他给太子下的毒，我怀疑他是西戎的细总。刚才他趁我们不注意溜去了冷宫，差点被黑衣人灭口。裴荣景故意没提昭昭，宫中人多眼杂，他不想让小丫头处在危险当中。西戎当真是狼子野心，手都伸到了我们大圣皇宫里来了。胆敢对朕的太子动手，西戎简直是活腻了。皇帝面容阴沉极了。你为啥怀疑他是西戎的习作？因为噬心曼陀是西戎的毒？噬心曼陀只有西戎皇室才有，他能拿到这种毒，说明背后的人定和西戎皇室脱不了干系。这件事朕会彻查到底。皇帝说完，眼珠子咕噜噜落在昭昭身上。这么晚了，昭昭不如就留在宫里歇息如何？朕给你准备一个大大的豪华的宫殿，怎么样？裴荣景眉头一皱，立即将昭昭提起来抱在怀里。皇兄还是赶快去看看太子吧，本王的昭昭还是想跟着本王回去。昭昭听爹爹的，皇帝婆婆总想拐走昭昭，我可不能上当，不然爹爹会伤心的。皇帝气得俊脸一黑，甩着袖子转身走了。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！不就是有个可爱乖巧又听话的女儿吗？我也可以生。折腾了一晚上，昭昭回去就倒头睡了，直到第二天日上三竿，他才朦朦胧胧地醒过来。
哎呦，小丫头，你还睡呢？你爹爹这会儿快哭了。就是，还不快去安慰安慰你爹爹？爹爹为什么要哭啊？因为那个肩宽腰细还异常俊美的大奸臣。没多久，昭昭就洗漱完，带着青梅和粉桃去了裴荣景的院子。滚！都给本王滚！他江思周凭什么自杀？他的命都是本王给的，没有本王的允许，他有什么资格死？燕雨灰头土脸地从书房里出来，抬眼一看，就发现了站在院子里的昭昭。郡主还是回去吧，王爷这会儿还在气头上。爹爹他怎么啦？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啊？太傅家的大少爷早上被丫鬟发现，又在房中自杀了。这为什么要自杀？是不是像娘亲那样自杀？燕雨张了张嘴，刚想说什么，身后书房的门忽然被打开。要你多嘴，事情都办完了，还不快滚！燕雨肩膀一跨，匆匆离开了院子。昭昭瞧着裴荣景的神色，有些害怕，想了想，还是跑上去抱住了他的腿。爹爹，不生气了好不好？昭昭唱歌给你听。一刻钟后，马车上，琪琪啊，是昭昭唱歌太难听了吗？所以爹爹才会将昭昭赶出来。我的小郡主啊，您那哪是唱歌难听啊，您那是唱歌成灾了好吗？我们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这么恐怖的画面。小郡主一开口，整个南风院都爬满了蛇虫鼠蚁，就连天上都飞满了鸟雀乌鸦。不知道的还以为咱王府遭了什么劫难了呢。呀，小丫头别难过，他们人类不懂欣赏你的歌声，可是我们很喜欢。没错，你没见到我们那些老鼠朋友还有蚂蚁朋友都出来听你唱歌啦？还有那该死的蛇类。爹爹是不是不要昭昭了？小郡主，您唱歌很好听的，真的很好听，您的声音很有魔力，就连小动物都被你吸引过来啦，简直太厉害啦！是啊，小郡主，王爷不是不要你了，是让我们陪着你出来逛逛，他还有公务处理，等他忙完了肯定会来找你的。王爷哪是不要小郡主了呀，他那是被蛇群吓到了好吗？真的吗？爹爹真的不是不要昭昭了吗？那是自然，出门的时候啊，王爷还给了我们好多银子，让小郡主想买什么买什么，玩开心了再回去。哎呦，小郡主快别哭了啊！哎，奴婢听说啊，醉仙楼的八宝鸭特别好吃，奴婢带郡主去吃八宝鸭好不好？真的吗？比爹爹带昭昭吃的水晶虾饺还要好吃吗？好吃，都好吃。马车很快在醉仙楼门口停下，小郡主，奴婢抱您下去。醉仙楼位于朱雀大街的最中央，3层飞檐如大鹏展翅，朱雀的门上赫然挂着醉仙楼的金字招牌。哇，粉桃姐姐，这里好漂亮啊，比上一次吃水晶虾饺的地方还要漂亮呢。今天保证让小郡主吃得开心。两人牵着昭昭刚准备进去，从门内忽然走出来几个衣着华丽的贵人。走在最前面的是个衣着华丽的女子，她正偏头与身侧的男子说着什么，根本没有看向前方。昭昭抬头一看，顿时脸色煞白，整个人都开始瑟瑟发抖。青梅觉察到了她的异常。小郡主，你怎么了？我是他们，娘亲，是他们经常来欺负娘亲，娘亲才会自杀的。就在温一欢和他表弟沈清看过来的瞬间，昭昭神色大变，转身就跑，不能被他们发现，昭昭还要替娘亲报仇呢。昭昭现在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个爹爹，他不确定爹爹会不会为了他得罪他们，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跟坏姨他们对上。哎，郡主你怎么啦？你等等奴婢啊！表姐，你在看什么？哼，没什么，看错了。那个小野种怎么可能有婢女？他此时还不知道在哪个地方等待死亡呢。刚才跑走的那个小姑娘，她身上的衣服一看就不简单，肯定是哪个大户人家的小姐，绝对不可能是那个小野种。啊，对了，之前让你做的事情你都做好了吗？放心吧，表姐，那贱人为了自己生的野种，还真是什么都做得出来。我不过是用那个小野种的性命威胁他，他竟然真的乖乖自杀了，呵呵，还真是伟大呀。哼，少贫嘴，你没有留下什么蛛丝马迹吧？表姐，你这么担心做什么？是害怕你在他大婚之前找人毁了他清白的事情被中永侯府发现？哼，他现在人都死了，就留下个小野种，能翻起什么风浪？更何况你现在才是世子夫人，当初毁了他清白的人，说不定是哪里冒出来的乞丐，现在早就不知道哪里去了。
不过斩草还需要除根，你最好是将那个小野种给我一并处理了。我温宜欢绝不能给自己留下任何隐患。温宜欢手指狠狠掐进肉里。当初她原本都嫁给了苏怀瑾，还生下了2儿1女，却因为她假千金的身份被揭穿，中永侯府不肯认这桩婚事，让她从正妻变成了妾室，就为了给那个贱人腾位置。想到苏怀瑾到现在还将那个贱人的荷包放在身上，他就恨不得将温世宜那个贱人挖出来鞭尸。不过是区区一个野种，本少爷弄死他就像弄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放心，只要你将这件事办妥了，到时候我会让怀瑾安排你进入户部任职的。啊，那沈清在这里就多谢表姐了。昭昭惊慌失措的胡乱跑，他人小，街上人又多，很快钻进了人堆里消失不见。别说粉桃和青梅，就连躲在暗处的暗卫都错失了踪迹。不好了，小郡主不见了！小郡主的状态不对，我们必须尽快找到她。我和暗卫在这里继续找，你赶紧回去通知王爷，让王爷多安排些人来一起找。青梅不好耽误，立马朝摄政王府跑。昭昭没头没脑地跑了很久很久，跑到他彻底跑不动了。他在一个巷子口停下，因为剧烈的奔跑加上害怕，他一口气没提上来，憋晕了。就在这时，有2个酒鬼恰好路过，摇摇晃晃地走上前，其中一人伸出脚踹了踹昭昭。咱们兄弟俩运气真好，竟然在这里碰到了这种上等货色。这要是卖到春风楼，不得赚一大笔银子呀！小丫头快别睡了，你要被人卖掉了。哎呀，快醒醒啊！你再睡下去，就再也见不到你的爹爹了。他怎么还不醒？要不我们咬他一口吧？啊，不行不行，万一我们身上的病毒传染给他怎么办？我们去咬那2个坏人吧。2个人刚准备将昭昭抱走，他怀里猛地窜出2只老鼠，朝他们的脸上扑去。该死的老鼠，敢咬你爷爷耳朵，看我不打死你！他娘的，老子的嘴是你一个畜生能咬的，给老子去死吧！酒鬼们疯了似的开始攻击老鼠们，奈何老鼠们好像提前预判了他们行动，在他们拍过来时立即转移方向。呸！小老鼠我不干净了，我竟然亲了这个垃圾的嘴巴。这个人的耳朵好臭，他几百年没洗澡啦，比我们老鼠还臭。小老鼠再次吧唧一口咬在了他们的后背。哎呀！这该死的臭老鼠，老子今天非打死你不可！小老鼠们在他们的身上四处躲闪，他们不仅没有打到小老鼠，反而将自己打得鼻青脸肿。他娘的，这老鼠太奸诈了，老子根本打不到他。丽姐，快，你打我身上的老鼠，我打你身上的，老子就不信了，我们2个大男人还能被2只老鼠给咬死啊！2个人很快开始攻击对方身上的小老鼠，眼看着要被他们打中，2只交换了下眼神，一下子从他们的身上窜了出去，钻进了一旁的墙洞里。他娘的，别让老子逮住你们，否则老子一定把你们大卸8块！另一名酒鬼咒骂了一句，这才返回昭昭身边。我看这2只老鼠就是从他身上钻出来的，一定是这个死丫头搞的鬼。这死丫头身上该不会还有什么古怪吧？呸！管他什么古怪的，今天栽到了老子的手上，就不能让他跑掉。其中一个酒鬼一只手直接提起了昭昭就要走，小老鼠急得再次从洞里钻了出来。早有准备的2人迅速抽出怀中的匕首朝小老鼠扎去，其中一只小老鼠躲闪不及，被匕首定住了尾巴。好疼啊！哎呀，小丫头你快醒醒啊！哎呀，你再不醒，我们就要被打死了！酒鬼走到小老鼠身边。老子看你现在还往哪儿跑！该死的，敢咬你爷爷，看我不把你踩成肉泥！昭昭迷迷糊糊的睁开眼，就看到其中一个酒鬼的脚朝小老鼠狠狠踩去。不要！昭昭瞳孔微缩，整个人扑上去挡在了老鼠身上。酒鬼的脚眼看着就要踹到昭昭的后背，只听啊的一声，酒鬼的身体猛地倒了下去，捂着流血的腿疼得嗷嗷叫。奢华昂贵的马车在巷子口缓缓停下。阿玉，怎么停下了？被唤作阿玉的仆从从马车上跳下来，走到车窗旁，恭敬道：少爷，前面有人挡路。发生了何事？是有2个脏东西想对一个小娃娃下手，属下已经出手阻止了。少爷，要不要把那小姑娘救过来？小姑娘？他心中微微一动，皱了下眉，终究还是没忍住道：救回来吧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办。2个酒鬼见到提着剑走过来的阿玉，全都吓得瑟缩起来。你是谁呀？老子劝你别多管闲事啊！就是，我们可是翰林院沈大人的人，
你们是翰林院的省亲的人。没错，你要是敢杀了我们，沈大人是不会放过你的。你们威胁我？马车内的姜慈州眉头皱了下，眼底有寒芒闪过。没想到随手救个小姑娘，背后竟然还有翰林院的手笔。他们想要抓走一个小姑娘做什么？阿玉，打一顿，让人将他们送到沈府，就说是本官做的。他倒是很好奇，这小姑娘是什么身份，竟然让沈清如此大费周章的想要弄死。是少爷。阿玉冷笑着上前，他可是大理寺少卿的人，区一个翰林院待诏的人也敢威胁他。阿玉把2个酒鬼打晕后，直接命人送去了沈府。回来的时候，看见昭昭还趴在地上，有些好奇地蹲下身。小姑娘，坏人已经被打跑了，你还不走吗？昭昭抬起头，就看见一张清秀开朗的笑脸，眼睛眨了眨，刚想说话，这是赫连月，那个肩宽腰窄、大奸臣的属下，还是那个遗落在外的小皇子。快跑，小丫头！你要是落在了大奸臣的手里，就再也见不到你爹爹了。对，大奸臣有一种怪病，专门吸食幼女的鲜血，每7日就要喝一次，否则就会发狂，很恐怖。昭昭迷迷糊糊地听着，什么也没听懂，就听懂了那句喝幼女鲜血。我的血不好喝的，不要喝我的血。他脑海中立马浮现自己被放血后凄惨躺在地面上等死的画面，渐渐和娘亲死去的场景重合，一激动两眼一翻，又晕死了过去。小丫头，你不能晕，快醒醒，此时不走更待何时？完了，真晕了，这可怎么办？我们打不过这个赫连玉啊。阿玉刚听到喝血2个字，瞳孔骤然一缩，他难道认识自己，还知道少爷喝少女血的事情？提起昏死过去的昭昭，直接返回了马车。少爷，这小姑娘身上有问题，她好像知道少爷的秘密。把人先带回去。沈府，不好了，大理寺的人把我们沈府大门口给围住了。你说什么？大理寺？他们为何要围住我沈府？莫非是他教唆温世宜自杀的事情败露了？这怎么可能？他做的那么隐蔽，甚至先是找了人意图强奸他，在他精神破防的时候出现，再用那个小野种逼迫他。他的死他可没有亲自动手，大理寺怎么会怀疑到他的头上？那大理寺的人可说了什么？大理寺的人抓了2个人，那2个被打得体无完肤，现在就扔在沈府的大门口，说是大理寺少卿姜慈州找人打的，还说要让大人您亲自去接收呢。那2个人是谁？好像是城南的地痞流氓张龙和张虎2兄弟。什么？怎么会这么巧呢？莫非姜少卿真的发现了什么？大人，您没事吧？没事，先过去看看。2人很快到了大门口，此时大理寺的人早已经等候多时。沈大人好大的官威，竟让我等在此等候多时。楚大人，不知道下官犯了何事，还劳烦楚大人亲自跑一趟呢。楚云是大理寺的人，现在就在姜慈州手下，是他的左膀右臂。他见到楚云，就好像见到了姜慈州，没来由的心中发怵。听他们说，他们是为沈大人做事的人，沈大人不如问问他们。这已经酒醒了的2人一看到沈清，立马连滚带爬地扑到他脚边。大人，小的知错了，你可一定要救救小的们呐！我们再也不敢了，求大人救救我们吧！楚大人，不知道他2人犯了什么事啊？他们试图拐卖幼童，被我们大人撞个正着，还想对我们大人的人出手。沈大人，你说他们犯了何事啊？沈清闻言狠狠松了一口气，竟然不是因为温世宜，那可就好办了。张龙、张虎这2人他必须保下来，否则难保他们不会在大理寺说什么对他不利的事情。他手上很多脏活都是这2人去帮他办的，绝对不能让他们被带走。他佯装恼怒道，在2人身上踹了一脚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拐卖幼童，还敢对大理寺少卿出手，你们是活腻了。张龙和张虎立即对视一眼，心中已然有了盘算。大人，冤枉啊，我们真的没有拐卖幼童啊。我们是见到一个小姑娘躺在巷子口，以为她生了什么病，这才跟弟弟准备带她去就医的，绝对没有要拐卖幼童啊。我们真的冤枉呀！大人若是不信，大可以去查。我们过去的时候，那小姑娘早就晕倒了，还有2个小老鼠想要咬她，是我们救了她呀。为了救她，我们兄弟2人还被小老鼠咬了一身的伤。那你们为何又要对大理寺少卿的人出手啊？
张龙眼睛滴溜溜一转，张口就来。我们以为他们才是想要抢走幼童的人，这才还算聪明。沈清心中松了一口气。楚大人，这一切都是个误会，还请楚大人能够高抬贵手，放他们一马吧。楚云是谁？那可是跟着江慈州破过无数案子的人，怎么会看不出来他们3个人在演戏？不过大人说了，只是让他们2人送过来，顺便敲打一下沈清，他自然不会将事情做得太绝。毕竟大人好像还在下一盘棋，等着这鱼儿自己上钩呢。哼，再有下次绝不轻饶。沈大人，坏事做多了可是会做噩梦的，您还是好自为之吧。他猛地转身，大手一挥，我们走。直到楚云等人的身影消失在街角，沈清才阴沉着脸瞪向地上的2人。你们跟本官进来。张龙张虎色缩了下，忍着疼爬起来跟了上去。摄政王府，裴荣景面色阴沉地坐在椅子上。人可找到了？属下查到小郡主是在朱雀路南侧第3条巷子消失的，她消失的时候有人经过那里。何人？城南的张龙和张虎2兄弟。属下还查到这2人是替翰林院代招沈清的人。沈清是温家的外妻？裴荣景眼眸微眯。温家，温世宜的娘家人。他们为什么要抓走小郡主呢？该不会是要杀人灭口吧？昭昭母亲的事情，青梅和粉桃已经知道了，心中更加愧疚难过。他们敢！昭昭的暗卫挑选的如何了？石英阁选出了武力值最强的红英和荔枝，已经通知他们从石英阁赶回来，最迟不会超过半月。让他们以最快速度进京。裴荣景说完，立即起身吩咐：燕宇，带上人跟本王去沈家算账。摄政王府和沈府都快乱套了，昭昭还在马车上昏迷不醒。我的娘哎，这小丫头还要昏睡多久？她知不知道自己快见狼瘟了？要不俺还是咬一口吧，保管让她立马疼醒。就在小老鼠跃跃欲试的时候，昭昭终于迷迷糊糊的转醒，刚睁开眼就看到了一个人影。男子泼墨长发随意披散，精致五官仿若雕刻而成，好看的好像画里出来的人。他的手腕处包裹着纱布，此时还隐隐有血迹透了出来。美人叔叔，你疼吗？你也是被抓来吸血的吗？美人叔叔，他堂堂一个大男人，还是第一次被人叫美人儿，嘴角无意识地勾了勾。你是哪家的小孩偷跑出来的？不怕被坏人抓走吗？怕。叔叔，你会保护昭昭吗？你就不怕我就是坏人吗？不会吧。他看着江慈州，叔叔这么好看，肯定不是坏人的。娘亲说过，相由心生，那坏人肯定都长得很丑的。哦，那有没有人告诉过你，越美的人越心如蛇蝎？我就知道这个大奸臣很恐怖，没想到连小孩子都恐吓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，跟摄政王一样可怕，难怪他要吸幼童的鲜血呢，简直就是魔鬼。昭昭听着小老鼠的话，终于意识到眼前的人就是那个会吸血的大奸臣。昭昭很听话的，不要吸昭昭的血好不好？江慈州没想到这小孩子竟然如此不经斗。别哭了，我刚才是吓你玩的，我不吸人血，而且你看起来也不像有很多血的模样。真的不吸昭昭的血了吗？江慈州轻轻嗯了一下。我就知道美人叔叔是个大好人。他说完又低下咕噜噜的大眼睛看着他手腕上的纱布，抱起来呼呼了下。娘亲说受了伤要呼呼，昭昭给叔叔呼呼，美人叔叔就不疼了。江慈州如冰雪的眼眸好似有什么悄无声息的化开了。美人叔叔啊，你是怎么受伤的？自己划的。美人叔叔你不要死，昭昭不要你死。美人叔叔，你要是想吸血的话，就吸昭昭的吧，昭昭不怕疼，你别再伤害自己了。江慈州挺拔的身影僵住。好，我不伤害自己了，你别再哭了啊！昭昭顿时扬起脸笑了。啊，这大奸臣看起来也不像坏人啊，为什么百姓要说他是个魔鬼？还不是因为3年前那个案子，张屠夫杀了邻居家的4岁小女儿，可是大奸臣非说张屠夫不是真凶手，小女孩的母亲还在堂前撞柱而亡了。啊，那件事我也知道，张屠夫后来也被问斩了。
这件事儿就这么结案了。但是因为他逼死了受害者的母亲，所以百姓都觉得他是个大奸臣，善恶不分。小女孩父亲是个大夫，他觉得大奸臣当初肯定是想要包庇张屠夫，给他下了嗜血蛊，所以他才会每隔7日就得吸食幼童鲜血，否则就会失去理智，变得疯狂。唉，也是可怜。美人叔叔一看就是个大好人，怎么会包庇凶手呢？他不由得想到了自己的母亲的，母亲也不会自杀的。可是那些人都说母亲是自杀的，他也不相信。所以美人叔叔肯定也是被冤枉的。说来也奇怪，当初所有证据都指向张屠夫，可是大奸臣却一直坚定地认为张屠夫是想替人顶罪。那要是不是张屠夫，难不成是他的夫人？总不能是他的儿子吧？昭昭小眼睛忽然亮了亮，对怀里的小老鼠说道：小老鼠，你们不是有很多老鼠朋友吗？能不能帮忙找找证据？说不定大奸臣真的是被冤枉的呢。你真的要帮那个大奸臣？我觉得美人叔叔不像坏人，而且昭昭很喜欢美人叔叔。小老鼠，美人叔叔救了咱们不能忘恩负义，就当报恩了好不好？你说的没错，我们叔叔也是有叔叔精神的，有恩报恩，有仇报仇。叔叔这就去帮你打听打听。小老鼠悄无声息地从昭昭怀里滑下去，消失在道路上。马车到了太傅府停了下来，闭目养神的男人缓缓睁开了眼眸，看到在旁边打瞌睡的小姑娘，忍不住勾了勾唇。阿玉，去打听打听，她是哪户人家的小姐，让她的家人过来领人。阿玉从马车上跳下去，属下这就去办。神府，沈清跪在地上，整个人都是麻木的。他要不要这么倒霉，一天之内得罪了整个圣经2大煞神？王爷突然大驾光临，不知所谓何事啊？裴荣景眼眸微微一抬，沈清立马感觉被毒蛇缠住了脖子，呼吸都紧了几分。张龙和张虎是你的人？怎么又是这2个人惹的祸呀？王爷问你话呢，还不快回答？是下官的人。他们现在在何处？在厢房疗伤。来人，把人给本王带过来。是。立即有人领命去抓人，沈清吓得都快瘫坐在地上了。这该死的张龙和张虎到底给他惹了多少事？早知道他们是个祸害，他就应该在那件事办成后直接灭口算了。刚还在疗伤的2人，下一秒就被蒙逼的带到了正厅。小的张虎，小的拜见大人，拜见大人。说，你今天下午在朱雀街附近抓走的小姑娘在哪儿？敢说一句谎话，小心我割了你的脑袋！小姑娘，又是小姑娘，那小姑娘到底是何方神圣啊？我们没动那小姑娘，她被大理寺少卿给带走了，还敢撒谎！大人息怒，我们说的都是真的。那小姑娘的确是被大理寺江少卿的人给带走了，不信你们可以问沈大人，他可以为我们作证。没错，他们身上的伤，就是大理寺的人打的。负责这件事的人是楚云，楚大人。燕语微微皱眉，回头看向裴荣景。去太傅府。后者面容黑沉，径直从座位上站起身朝外面走。就在沈清等人松了口气时，沈大人御下不利，重打30大板。张龙、张虎意图伤害小郡主，直接杖毙。沈清和张龙、张虎猛地抬头，完了，这是想要他们的命啊！裴荣景等人刚到太傅府，就碰到了出门的阿玉。参见摄政王，摄政王可是来看我家少爷的，他刚回府，此时应该在花厅。我这就让人去通报。摄政王和我们家少爷还真是相爱相杀啊！少爷前脚刚回家，摄政王后脚就到了。哼，本王才不是来看的，他今日是否带了个小姑娘回来？王爷怎么知道？莫非他一直派人监视着少爷？完了，这要是让少爷知道，岂不是又要闹自杀了？本王当然知道，他拐走的可是本王的女儿。啊？摄政王的女儿？摄政王什么时候有了女儿？难怪我见到那个小女孩的第一眼会觉得如此熟悉，原来竟然是摄政王的女儿。那少爷岂不是一早就发现了？难怪会让家人带回来，不愧是少爷，这是准备拿捏住摄政王的女儿，以死来拿捏摄政王吗？不知道阿玉大脑风暴的裴荣景推开他，直接大步朝里面走。好你个姜思周，本王不过是让人阻止你自杀，你竟然要拐走本王的女儿，好得很呐！花厅中，
昭昭捏起一块梅花糕塞进嘴里，吃得不亦乐乎。看了眼身边正在看书的美人叔叔，他用小手捏起一块桂花糕，径直走到他身边，小手一抬，桂花糕送到了他嘴边。我不吃。美人叔叔，这桂花糕很好吃，你快尝尝。娘亲说，如果遇到喜欢的东西，就要分享给喜欢的人。昭昭很喜欢美人叔叔，所以昭昭想把桂花糕分给美人叔叔吃。美人叔叔，你就吃一块好不好？江慈洲想要拒绝的声音卡在了喉咙里，他下意识张开了嘴，桂花糕立马塞进了他嘴里。这一幕恰好被进来的裴荣景几人看到。不愧是我的昭昭，这么快就把江慈洲拿下了。阿玉瞳孔微微放大，这是他家少爷，那个自从中毒后就再也不愿理人的少爷。江慈洲觉察到这边的动静，不紧不慢地扫向来人。摄政王今日来我太傅府做什么？当然是来找本王的闺女。闺女还真让我猜中了。第一眼见到昭昭时，他心中就有些猜测，两张脸长得如此相似，又怎么会没关系？原先只当他是裴荣景流落在外的明珠，没想到竟真被他认了回去，晦气。爹爹，他迈着小短腿扑到裴荣景怀里。爹爹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呢？哼，也不看看你爹爹是谁。昭昭，下次可不许这么乱跑啊！万一遇到危险，就凭你这小身板，怎么跑得掉？昭昭知道了，昭昭下次再也不敢了。青梅担忧地蹲下身。小郡主，你是不是看到了什么害怕的人啊？不然为何会突然跑走？好像受了某种惊吓，慌不择路似的。昭昭看到了欺负娘亲的人，昭昭害怕他们。裴荣景的眼神倏地冷了下来。燕雨，现在就去查，看昭昭看到的人是谁。属下这就去。能够让小郡主如此害怕，那些人肯定没少伤害他们母女俩。王爷这是准备替小郡主报仇了。王爷既然找到了人，那下官就不便多留了。王爷请回吧。裴荣景皱眉，昭昭立即抱住他的腿，示意他低下头。裴荣景眼底划过疑虑，还是乖乖蹲了下来。爹爹，昭昭还不能跟你走呢。美人叔叔身上中了蛊毒，还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嗜血蛊，所以美人叔叔才需要每隔7日就要喝幼童的鲜血。美人叔叔这么好，昭昭想救他。蛊毒？是你那2只老鼠朋友说的？昭昭立马点头。难怪就连薛神医都查不到江慈洲中的是什么毒，原来中的是中蛊。昭昭，你是不是知道了解除蛊毒的办法？不知道。我知道，白云山上那棵千年枣树肯定知道，它可是被雷劈过都没死的树，本领大着呢，说不定就解除蛊毒的办法。哦对，我想起来了，之前有一个人中了断肠草，必死无疑，都被老树给救了。我的兽兽朋友都说他是仙术呢。真的吗？真的。裴荣景被他突然转变的情绪感染到。昭昭，是不是有办法了？有办法。叔叔说在白云山上有一棵千年的枣树，他有办法救美人叔叔。昭昭真厉害。叔叔也很厉害。彻底被忽视的江慈洲咔嚓捏碎了茶杯。阿玉，送客。阿玉为难地看向裴荣景。王爷，请。爹爹，不能走。放心，我们不走。裴荣景将他抱起来，转向江慈洲。太傅去冀州之前，托本王好生看管你。既然你不好好听话，那本王就只能留在太傅府，盯着少卿了。裴荣景。裴荣景眉尾微动，抱着昭昭坐在旁边的椅子上，心情大好。青梅，回去将本王和昭昭的东西收拾一些带回来。太傅回来之前，我和昭昭就住在太傅府上了。是，王爷，奴婢这就去。站住，不准去！青梅脚底抹油似的，一溜烟就消失了。裴荣景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本王刚才不是说过了吗？少卿大人年纪轻轻，竟然耳背了。这2位还真是一见面就互掐。摄政王还真是一如既往的不要脸。裴荣景却好似没听到，江慈洲气到没话说。突然一个黑影猛地窜到昭昭怀里。小丫头，大事不好，3年前的凶手又出现了，城郊一个小孩被杀了。昭昭小身板一抖，他猛地抬头看向裴荣景。爹爹，少爷，楚大人有要事求见。这3年来，楚云很少来太傅府找少爷，除非是遇到了紧急又棘手的案子。江慈洲坐了下来，让他进来。楚云迫不及待地跑进来。属下参见摄政王。少卿大人，这次过来又有什么事？
大人，3年前张屠夫分尸案的凶手又出现了。什么？江慈州目光寒冷。发生了什么事？近日有人报案，城郊一处人家的孩子被杀了。我们赶到现场查看，发现死者被杀的手法和痕迹都和3年前张屠夫案的作案手法一致，且在案发现场还发现了一把剔骨刀。少爷说的果然没错，3年前的张屠夫根本就不是凶手。如果当初那些人肯相信少爷，让他继续追查下去，找到凶手，程家的小孩子就不会被杀，少爷也不会被受害者家属下毒，害得他得了怪病。江慈州握着拳，一脸死寂。这一次还会有人相信他吗？裴荣景低下头捏了捏昭昭的手，示意他去安慰江慈州。昭昭连忙点点头，走到江慈州面前。美人叔叔，昭昭相信你可以的，这次你一定能够抓到真正的凶手，替那2个死去的孩子报仇。江慈州抬起微红的眼睛看向昭昭，他的眼睛亮晶晶的，里面蕴含着令他意外的信任和期待。美人叔叔放心，我和爹爹都会帮助你的。大人，这案子只能靠你了。少爷，您就去吧。这3年来，您无时无刻不在后悔当初没有抓住真正的凶手，这一次绝对不能再让这畜生逍遥法外了。这3年来，少爷不仅要忍受着良心上的谴责，百姓的误会，更是每隔7日都要承受钻心之痛。即使如此，他也没有稀释幼童鲜血，他宁可是死，都不想伤害他人，却还要被世人误解成大奸臣。江慈州的拳头下意识握紧，眼底闪过挣扎之色。裴荣景将一切看在眼里，心底微微叹了口气，忽然站起身。走，难不成还想等本王抱你去？江慈州死寂的脸色忽然闪过厌恶和羞愤。本官自己会走，就不劳烦王爷操心了。说完不顾旁人，径直往外走。昭昭连忙追上去，拉住裴荣景的手。爹爹，带着昭昭一起去。不行，凶案现场不适合你一个小孩子看，更何况凶手很可能藏匿在附近，万一盯上了你。爹爹可以派人保护昭昭，昭昭就在外面不进去好不好？昭昭可是有很多很多动物小朋友的，说不定到时候还可以帮助爹爹找到线索呢。裴荣景皱着眉头想了想，最终松了口气。好，不过你一定不能乱跑，如果遇到了危险，你就唱歌。啊？去案发现场的路上，昭昭好奇地问叔叔们：叔叔，我怎么感觉爹爹和美人叔叔好像不对付呢？他们之间发生过什么吗？不知道，我以前没来过太傅府。我倒是大概知道一些，我表妹就在太傅府上待过一段时间，听她说5年前他们之间发生过一件乌龙事件。什么乌龙事件？就是你爹爹5年前被人下了药，就是那种媚药，哎呀，说了你也不懂，就是那种会让人神志不清的药。还意外闯进了大奸臣的房间，2个人差一点将将尿尿，好在你爹爹下属来得及时，将你爹爹带走了。他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兄弟，关系可好了。可自从那件事以后，大奸臣就和你爹爹不对付了，一见面就针锋相对。大奸臣误以为你爹爹对他有意思，其实你爹当时只是中了药，神志不清。可问题是，你爹爹好像并不知道这件事。爹爹就没问过侍卫或者美人叔叔吗？那个侍卫在带着你爹爹逃命的途中身亡了。至于大奸臣，你爹爹还没开口呢，就被大奸臣给撵出来了，所以到现在还被蒙在鼓里呢。爹爹好可怜。很快马车就到了凶案现场，四周围满了人，道都被大理寺的人挡在了外面。昭昭刚下马车就被裴荣景送到了阿玉身边，保护好他。阿玉指了指自己，有些惊讶裴荣景竟然会找自己，下意识看向了江慈洲，后者微微颔首表示同意。裴荣景很讨厌，但是小家伙却很讨喜。昭昭目光扫过那群人，又看向院子对面的大树。阿玉哥哥，你能帮昭昭去那里吗？你想上树？我想看看院子里的情况。不行，里面有什么好看的？哥哥带你去对面的铺子买点吃的好不好？昭昭瘪了瘪嘴，有些不情愿，忽然看到对面趴在店铺门口的大黄狗。哎呦，咋这么多人围在这儿呢？快让大黄爷爷看看怎么回事。大黄狗从地上爬了起来，目光朝人群张望着。妈呀嘞，真的杀人了！哎呦，那小崽子看着就很凶，天天来这盯梢，黄爷爷还以为他看上人家小姑娘了，结果是看上人家的小命了。闻言，昭昭眼睛一亮，立马跑过去。大黄，你是不是知道凶手是谁？大黄狗惊讶地瞪大狗眼，吃惊地看向忽然出现的小姑娘。不用这么吃惊，这个小丫头能听懂咱们兽兽说话。你真能听懂俺说话？
昭昭忙不迭似的点头。大黄，你快说说，凶手是谁啊？大黄眼底的震惊更浓了，这小丫头竟然真的跟他对话了。快看看他那傻样，比咱们当初还傻。那可不，咱们接受能力多强啊！这傻狗震惊的都不会说话了。谁说你大黄爷爷不会说话呀？哼，你大黄爷爷不仅会说话，还会说相声呢。你听我给你们汪汪汪汪汪！果然是只傻狗。哇，大黄好厉害，棒棒的！大黄，你快说说，凶手是谁啊？就街头张屠户家的儿子，他7天前就开始天天来这里蹲着，一直盯着那家的小娃娃，还以为他看上人家小娃娃了，想要娶回去当媳妇呢。昭昭越听眉头皱得越厉害，叔叔之前就说过，张屠夫家的儿子3年前才8岁，今年也才11岁，他真的是杀人凶手吗？那他杀人的时候，你亲眼看到了吗？大黄摇摇头，是他准没错，否则他为什么要盯着人家小娃娃啊？可是，昭昭，阿玉哥哥，少爷他们快出来了，你别乱跑。哦，大黄再见。院子门口，裴荣景和江慈洲一前一后的走了出来，脸上都挂着阴沉的神色。爹爹，我在这里呢。看到昭昭，裴荣景紧蹙的眉峰舒展了少许，朝他们走了过来。昭昭张开手臂让他抱，后者果真从阿玉手里接过了昭昭。姐姐，我刚才听糕点店门口的大黄说，7天前有一个小男孩一直跟着这家小姑娘，那个人是街头张屠夫家的儿子。好，爹爹知道了。他将昭昭再次交给了阿玉，转身去找江慈洲了。此时江慈洲正在听楚云汇报查到的情况，眉头皱得很深。查一下张屠夫的儿子，有人看到他从7天前就开始在这附近出现了。江慈洲猛地回头，眼神一变，那人在哪里？裴荣景眼眸暗了一下，下意识替昭昭隐瞒了他能听到动物说话的事情。是昭昭听到别人谈话，并未看清楚是什么人。江慈洲深深看了他一眼，招手叫来楚云。你安排人去调查一下张屠夫的儿子，查一下他最近的踪迹，另外将那剔骨刀带上，与张屠夫家的刀具做对比。大人是怀疑张屠夫的儿子，立即将人带回大理寺审讯。他总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，凶手真的会是一个少年吗？公堂上，大理寺卿将案件证据甩在了张云面前。张云，你还不认罪？张云瑟瑟发抖，跪在地上。大人冤枉啊！小人真的没有杀人，请大人明鉴。证据确凿，你还敢抵赖？他的母亲闻讯赶来，在外面嚎啕大哭。你们快放了我儿子啊！他是冤枉的，他连杀猪都不敢，他怎么可能敢杀人呢？娘！就在这时，2只小鸟飞过来，落在了屋檐上。琪琪，这不是给我们搭窝的小男孩吗？他怎么跪在那儿？我刚才听这儿的人说他杀了人呢。杀了人？这怎么可能？娘娘，我就没见过像他这么善良的人，而且他胆子那么小，看到他娘杀猪，他都能吓尿，还经常给他娘说，让他娘别开猪肉铺了。屋檐上小鸟说话的声音引起了昭昭的注意，跑到门口朝上看，果然看到了2只叽叽喳喳的小鸟。可是他爹就是杀人犯呐，那些人肯定不会放过他。他爹才不是杀人犯，他爹是被冤枉的，真正的杀人犯是他隔壁的王大牛。王大牛不是王小花的爹吗？他怎么会杀王小花？你是不是在胡说呀？啾啾，我才没有胡说，王大牛根本不是王小花亲爹，他想要侵犯王小花，后者反抗太激烈，被他掐死了，然后栽赃陷害给了张云。张屠夫误以为凶手是自己儿子，这才顶罪。你们说的都是真的吗？2只小鸟见昭昭朝着他们问话，愣了下，又自顾自说的聊起来。那王大牛是个变态，他到现在还藏着杀害王小花的凶器，经常半夜拿出来欣赏。我上次半夜在他家树上睡觉，还听见他说那刀太久没用，都生锈了。怎么会有这么丧心病狂的人类？太可怕了！小老鼠忽然从昭昭怀里钻出来。完蛋了，小丫头，咱们冤枉了好人，快去救张云，不然他会被砍头的。昭昭快哭了，举起小手手朝小鸟们晃了晃。那你们知道他把凶器藏在哪里了吗？可不可以带昭昭过去找到他？啾啾，你在和我们说话？我听得懂你们说话，你们快带昭昭去找凶器好不好？否则那个小哥哥就会被当成杀人凶手给处决了。小鸟们激动地飞下来。啾啾，太好了，我们非常乐意效劳。
张云经常给我们投喂食物，他是个大好人，我们也不想看着他死。王大牛把凶器藏在他床底下的暗格里，我上次在他家窗户上小憩的时候，恰好看到了。小丫头，你快去找吧。那我们现在就去。昭昭提着裙子就要往外跑，后衣领猛地被人抓住，他一回头就看到了裴荣景严肃的俊脸。大晚上的，你准备去哪儿？爹，快走！那个张云不是凶手，他和他爹都是被栽赃陷害的。娘娘说，真正的凶手是王大牛，凶器就被他藏在他家里的床底下。裴荣景闻言神色一正，王大牛是王小花的爹，他为什么会谋杀自己的女儿？娘娘说，王大牛不是王小花的亲爹，他还想要侵犯王小花，但是王小花反应太激烈，他才失手杀了王小花的。江慈洲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了两人身后，听到昭昭的话，眸光倏地一沉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？昭昭被江慈洲冰冷的语气吓了一跳。昭昭没有骗人，真的是娘娘告诉昭昭的。江慈洲清冷的目光顺着昭昭的脸看向他的肩头，两只小鸟早已经吓得腿软，趴在了他的肩头瑟瑟发抖。裴荣景伸出手扣在江慈洲的肩膀上，压低声音道：昭昭有些特殊，他能够听到动物说话，这件事切莫声张，你立即命楚云去搜证抓人。江慈洲有些震惊昭昭的特殊，但也知道这件事关系到昭昭安危。好。裴荣景带着昭昭刚准备进大厅里，江慈洲又一次拉住了昭昭。你可不可以帮叔叔问问小鸟，他怎么知道王小花不是王大牛的亲生女儿？毕竟他3年前也朝这方面调查过，当时查到的是王小花确实是在他娘嫁给王大牛以后才出生的，根本不存在婚前带着过来的可能。莫非是王小花他娘偷人？这个我知道，王大牛有一次喝醉了还在咒骂王小花他娘不知廉耻呢，说嫁给他的时候就已经怀了1个多月的身孕，但是王大牛贪恋王小花他娘的美貌，愣是把这个孩子给认了下来。而且王小花出生后，王大牛确实对她很好，只可惜王小花出落得太水灵了，隔壁张屠夫意图让自己的儿子跟他订娃娃亲，这才激怒了王大牛，想要把王小花据为己有。唉，可惜了，他娘到死都没有想到自己的女儿会是王大牛杀的。昭昭有些听不懂，但还是一字不差地复述给了两人。畜生！裴荣景是一刻也不想耽搁，问了昭昭凶器的具体位置，命令楚云立即去搜证抓人。楚云直到搜出了一模一样的凶器后，整个人都还是懵的。摄政王怎么会知道这其中另有隐情？明镜高悬的下方坐着大理寺卿，此时他的表情就跟调色盘一样，五味杂陈。他前脚刚让人枪张云下狱，准备明日问斩，后脚摄政王就说凶手另有其人，已经命楚云把人抓回来了。王大牛杀害王小花以及小翠，证据确凿，明日5时即刻问斩。王大牛一下子颓废到了地上，脸都白了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你们怎么会知道这些的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衙役很快上来压人。你们要是杀了我，大理寺少卿身上的蛊毒就没人能解了，除非你们放了我。当初王大牛害怕江慈洲继续查下去，真的找出对他不利的证据，这才对他下了毒手。没想到今日还真是让他利用上了。王大牛，死到临头了还敢威胁，你不怕本王将你凌迟处死？反正都是死，要死老子也要拉个垫背的。想要老子救他，必须判老子无罪，否则免谈。老子的命不值钱，可他是朝廷命官，那就不一样了。现场的气氛僵持到了冰点，昭昭不解地看向裴荣景。爹爹，你是不是忘了昭昭说过的白云山上的仙术？裴荣景微微一愣，想到了之前昭昭说他有办法解除江慈洲身上的毒，松了一口气。楚云气急败坏地踹了王大牛一脚。畜生！当初大人念你丧女之痛的份上，对下药之事并未对你怎么样，没想到你竟然就是杀人凶手，如今还敢用解药威胁大人。王大牛被踹了一脚也不在意，从地上爬起来。我死了，他也别想活，只要你们放了我，我立马交出解药。江慈洲沉下眼，平静地从裴荣景手中夺过长剑，漫步走到王大牛身边。你说的没错，本官是朝廷命官，和你确实不一样。他手中长剑猛地刺出，挑断了他的手脚筋。裴荣景下意识看向昭昭，发现他睁着大眼睛，丝毫没有害怕的意思，忍不住嘴角勾了勾。真不愧是他裴荣景的女儿啊！江慈洲掏出锦帕，仔细地擦干净剑上的鲜血。本官是朝廷命官，
即便是死，也绝不允许你这种畜生存活于世。拉下去。是。在场的衙役们的眼中无不流露出敬佩之意。很快王大牛就被人拖着往外走，眼睛里全是难以置信。昭昭歪着头看着他，忽然好奇地问：爹爹，你说他一个普通的大夫，怎么会对美人叔叔下南疆的蛊毒呢？听到此话的众人猛地回头看向昭昭，昭昭有些害怕，往裴荣景身后躲了躲。是昭昭说错话了吗？昭昭不仅没说错，还说得非常对。姜次周嘴角勾起冷笑：南疆吗？哼！原本应该被斩首示众的王大牛，最后被秘密地关押了起来。案子结束后，大理寺卿送他们出门。3年前的案子已经查明真相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继续任职？姜次周看了眼夜空，眼底浮现嘲弄。他一个将死之人，还需要回来吗？回去的时候，3人坐上了同一辆马车。昭昭看了眼裴荣景，美人叔叔好像心情不好。昭昭要不要去哄哄他？毕竟某些人现在可是想哭鼻子了。那昭昭把最喜欢的糖果给他吃，每次昭昭不开心的时候，娘亲就会给昭昭糖果吃。昭昭眼睛亮晶晶的跑到姜次周身边，掏出一颗糖递了过去。美人叔叔不哭，昭昭请你吃糖。裴荣景。裴荣景惬意地靠在马车上，歪着头笑得幸灾乐祸。还不如我家昭昭懂事。姜次周脸色更黑了。叔叔是不喜欢这个味道的吗？那苹果味的呢？桃色味的呢？哦，还有生姜味的。昭昭都给叔叔，你别不开心了好不好？看着一脸不舍，差点流口水的小丫头，姜次周心情忽然没那么糟糕了。翌日一大早，太傅府就乱作了一团。昭昭刚从被窝里钻出来，就瞧见青梅端着洗脸水，严肃着脸走了进来。昭昭洗漱完，歪着头看他：青梅姐姐，我们现在去找爹爹吧。小郡主，现在还是别过去了。昨夜少卿大人蛊毒又发作，为了替他压制蛊毒，王爷他们折腾了一宿。这话一出，昭昭的笑脸倏地冷了下来，站起身往外跑。小郡主，少卿大人现在已经失去理智，您现在过去恐怕会误伤到您的。昭昭不怕，美人叔叔需要幼童的血才能压制蛊毒，昭昭就是小孩子，昭昭的血可以救他。昭昭一溜烟跑到了姜次周的院子，门口守了好多人。裴荣景瞧见他，神色严肃了不少。你怎么过来了？美人叔叔现在需要幼童的血来压制蛊毒，昭昭不怕疼，用昭昭的血吧。阿玉哥哥说过，美人叔叔宁可自己忍着，也不忍心伤害幼童，可我舍不得美人叔叔受苦。别胡闹，快回去。昭昭没有胡闹，爹爹，你就让昭昭进去吧。嗜血蛊毒发作的时候会很痛苦的，昭昭只是失去一点血而已，和美人叔叔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的。爹爹，你就用昭昭的血吧，求求你了。等美人叔叔好了，我们就去寻找仙术，替美人叔叔解蛊毒，好不好？裴荣景凝眉沉思了好久，最终叹了口气，将昭昭带了进去。房间中，姜次周双眼赤红，整个人都处在癫狂状态。为了防止他继续伤人，在场的人将他绑在了椅子上。薛神医在旁边给他不断扎着针，不一会他的身上就被扎满了银针。哎呀，他身上的蛊毒发作的越来越频繁了，若再无办法，恐怕……用我的血吧，我的血可以暂时压制住蛊毒。这……裴荣景冲他点点头，听他的吧。薛大夫叹了口气，没想到最后还是用到了人血，也不知道少卿大人醒来后知道会不会生气，不过眼下也只能如此了。昭昭白皙的手腕被划出一道口子，不一会儿就流了一小碗。薛大夫连忙为他止血包扎伤口，又将那小半碗鲜血递到了姜次周唇边。他虽然失去了意识，但是对于鲜血的渴望迫使他贪婪的全部喝了。刚才还在癫狂挣扎的人很快安静了下来。约莫到了半下午，姜次周才从昏迷中醒过来。他看向趴在床边上睡觉的昭昭，微微皱了皱眉。你这次之所以这么快醒来，是昭昭给你喝了他的血。谁让你们救我的？让我死了不好吗？为什么要让我这么不人不鬼的活着？裴荣景面容阴沉如墨，他冲上来一把抓住他的衣领。姜次周，这不是你，曾经的你绝对不会这么轻易放弃自己，更何况你这条命是昭昭给救回来的，没有他的允许，你不许死。我身上的毒无人能解，就连薛神医都没有办法。你难道想让我每次毒发都喝昭昭的血吗？谁说没有办法？昭昭说能解就是能解，别忘了他身上的特殊。裴荣景推开他，目光恢复了以往的冷清。等你身上的蛊毒解了之后，
你这条命就是昭昭的。江慈洲苍白嘴唇张了张，什么也没说，眼底涌现出一丝希冀。他的毒真的还有办法吗？江慈洲的毒发越来越没有规律了，以防他再次毒发，昭昭他们今晚出发前往白云山。一路上有小老鼠的带领，他们很快就找到了山脚下。因为马车上不去山顶，所有人只好步行上山，一直到天黑才到达小老鼠说的地方。刚走近，就发现这里竟然有人捷足先登了。山顶上矗立着一座古色古香的院子，院子打扫得很干净，还养着花草。仙树就伫立在小院子的门口，散发着蓬勃的生机。院子里坐着一个白胡子老头，此时正躺在摇摇椅上。老头，我天天给你浇水施肥，你就连个果子也不给老头结，你是不是存心气死我呀？我告诉你啊，要不是老头求着你，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走啊？昭昭好奇地看着他，小跑过去喊了句：老爷爷，请问这棵就是传说中的仙树吗？是又怎么样？这老树精抠搜得很，你想要仙果，他才不会给你呢。他都守在这里好几年了，这老树精硬是一颗果子也不给他结。昭昭睁着无辜的大眼睛，小手摸了摸仙树。小仙树，我叔叔中了蛊毒，你可不可以给他一颗果子救救他？小娃娃，他要是真能给你果子，老头子我就叫你一声姑奶奶。哼！下一秒奇迹发生了，忽然有什么的东西掉了下来，刚好落在昭昭的脚边。昭昭眨眨眼捡了起来。小仙树，这是你给我的果子吗？刚刚还信誓旦旦说仙树不可能结果的老头顿时惊呆了，他立即从躺椅上蹦起来，冲到昭昭跟前，一把夺过了那颗翠绿的果子。是仙果，真是仙果！好啊，你这个白眼狼，老头我精心照顾了你这么久，你一颗果子都舍不得给老头我，这小娃娃撒个娇你就给了。仙树晃了晃，好像在回应他的话。老头气得更狠了，蹲下来看向昭昭。小娃娃，这颗果子给老头我行不行？我用其他东西跟你换。不可以，这是昭昭给美人叔叔求的解药，没有他，美人叔叔会死的。你那叔叔得的什么病？老头我给他治还不行吗？美人叔叔中了嗜血蛊，薛神医都治不了，你凭什么能治？老爷爷，你快把果子给昭昭吧。不就是嗜血蛊吗？老头子我还真能治。什么狗屁神医，连个嗜血蛊都解不了，就这还敢自称神医？老爷爷，你该不会是想抢昭昭的果子才这么说的吧？瞧你说的哪儿的话，我像是那种人吗？像。老头站起身，撸着胡子，偷偷打量着昭昭。这小娃娃还真不好骗，不过嗜血蛊可难不倒他。想当年，他可是明洞4州的神医谷谷主，区嗜血蛊，还不是手拿把掐。躲在那边的人过来，让老头我瞧瞧，看看是谁中了嗜血蛊。站在队伍中的薛神医听到声音，激动地上前几步。师傅。哟，你就是薛神医啊？师傅，您就别开弟子玩笑了。薛神医，你有师傅怎么不早说？说不定他老人家就能解除嗜血蛊。薛老也气得要死，他是不早说吗？还不是因为他师傅10年前离开神医谷就消失了，这么多年他都没找到他的踪迹，还以为死外边了。行了，谁中毒了还不快过来，让老夫把脉。为了得到仙果，秦谷主那可是恨不得立马治好江慈洲。他在院子里架起一口大锅，把他珍藏的各种奇珍异宝都拿出来丢里面了。千年雪灵芝、9叶寒参、龙胆草、血珊瑚，这师傅到底和小丫头做了什么交易啊？怎么把这些压箱底的药材都拿出来了？这，别在这里碍事儿。秦谷主看到他这个徒弟就来气，你说他要是能治好这嗜血蛊，还需要他把压箱底的东西都拿出来吗？嗜血蛊其实用不到这么珍贵的草药，可他那不是怕小丫头不相信他，把仙果给要回去吗？那可是能增加寿命的仙果。师傅，你忙你的，我给你打个下手行不？你看看，还有啥我能做的？那行，这些药草啊，每隔半个时辰你就往里面丢一样，切记期间不能长，不能短。他说完，朝不远处的江慈洲招手：那个中了蛊的那小子，你过来，脱了衣服坐进去。江慈洲嘴角一抽，没有动。怎么觉得这老头比薛老还不靠谱？这是准备用锅煮了我吗？还愣着做什么？扭扭捏捏的，你当你是大姑娘？美人叔叔该不会是害羞了吧？裴荣景嫌弃地瞥了他一眼。怎么又不想治了？该不会真惦记上我家昭昭的血了吧？裴荣景，你不说话，没人当你是哑巴。
哼，还不承认？我看你打的就是这个主意，否则你怎么不过去？怎么，难不成堂堂的少卿大人还会害羞？江慈洲眼底浮现羞耻，恼怒地瞪了他一眼，立即脱了衣服跳进了锅里。秦谷主冷哼一声，让人把火烧得更旺了。嗜血谷性大寒，以嗜血为主，体温异于常人的寒冷。老头，我先给你去除体内的寒毒，再将蛊虫引出来。煮药浴最少需要8个时辰。秦谷主将步骤交给了薛老以后，就进屋睡觉去了。裴荣景怕昭昭着凉，带着他去了另外一间房休息。翌日傍晚，昭昭正蹲在仙树底下和小老鼠玩耍，吧嗒一颗仙果再次落了下来。仙树爷爷，这果子是给昭昭的吗？小丫头，昨天给你的果子被那个不要脸的给抢走了，爷爷我只能再给你1颗了。哎呀，这个世界呀，本来就灵气稀薄，老树精我修炼了上千年才结了3颗果子。上次看那老家伙种了断肠草，我好心给了他1颗解毒，他竟然厚颜无耻地赖上我了。仙树爷爷，那这颗果子岂不是您最后的果实了吗？您为什么给我呀？这也太重要了，昭昭不能要。小丫头，你就拿着吧，不过可一定要藏好了，万不能再被人给夺了去。昨天你出现以后啊，老树我就感觉到了体内涌现了一股异样的感觉，我可能要渡雷劫了。七七，老树精，你是不是又要遭雷劈了？那你还能活吗？就是，上次你遭雷劈差点归西，这次要是再来一次，那你岂不是要……哎，我寿元将近，这次雷劫呀，也是灾难，也是新生，只能看老树我有没有仙缘了。昭昭扑过去抱住仙树，昭昭不要树爷爷死，树爷爷一定可以活下来的。好，树爷爷不死，树爷爷呀还要结好多的果子给昭昭吃。秦谷主从房间里出来时，恰好看到昭昭抱着仙树，有些好奇地围过来。小丫头，你在这里干什么呀？这抠搜的老树精是不是又给你果子了？树爷爷才不是抠搜的呢，树爷爷1000年才结了3个果子，为了救你给了你1颗，昨天又被你拿走了1颗，你竟然还说树爷爷抠搜，你也太贪心了。难怪老头我守了这么久也不见他结果子，原来是1000年才结3颗呀！哎呀，这种增加寿命的逆天之物果然不是那么轻易得到的呀。想到自己那几年的呵护照顾，就得到了老树精2颗仙果，饶是脸皮厚的秦谷主也羞红了脸。是老头我误会你了，下次我多给你施点肥，谁要你施肥了？老树我要的是灵气，他知不知道他的施肥反而影响我吸收灵气了？气死老树我了，他给老树我施了5年的肥，害得老树我呀，我5年来吸收的灵气是越来越少了。老树爷爷好可怜哦，老爷爷你不能给树爷爷施肥了，他需要的是吸收灵气，而不是那些阿杂植物，你这个样子只会影响他发育的。我就说嘛，我这5年来天天给他浇水施肥，他怎么还越长越小了？原来竟是如此啊，果然不愧是仙树啊，养起来都和别的树不一样。忽然他猛地转过头，比刚才还要震惊地望着昭昭。你能听得懂老树精说话？这老爷爷是不是有点迟钝啊？他这样真的能救好美人叔叔吗？树爷爷还让我告诉你，你养的那些鸡鸭鱼，他们不爱吃稻谷，让你别再喂了，他们喜欢吃的是山间的蚯蚓和虫子。哎呀，宝贝啊，这可是大宝贝啊！小丫头，你对医术感兴趣不？要不要拜老头子为师啊？老头子，我教你医术啊！昭昭没有仙果啦！老头子我不要你的仙果，你快说，你要不要跟着老头子我学医术啊？昭昭不想跟你学医术。小丫头，这是为什么呀？老爷爷的医术一点也不厉害，教出来的徒弟连美人叔叔的蛊毒都解不了。昭昭才不想跟着你学医术呢。他不一样，他没你聪明，还没有我老头子亲自教学，医术肯定不怎么样。只要你答应拜我为师，我一定将我毕生所学都教给你。有这么个能听懂动植物说话的大宝贝儿，他就不愁神医谷后继无人了。
昭昭苦恼地皱着眉，还是摇了摇头。小丫头，老头子我可是有很多很多的神丹妙药，只要你当我徒弟，我都给你怎么样？你想想，万一你身边的人再中了毒或者受了伤，如果你会医术，是不是可以立马救他们性命啊？还有啊，学了老夫的医术还能赚钱，别人找你看病买药，你不得收钱啊？到时候你年纪轻轻就成了小富婆，你不开心啊？啊？好多好多的钱，那昭昭是不是可以买好多好多的糖果啦？还可以给爹爹和美人叔叔买礼物啊！哇，那小丫头岂不是可以养着我们啊？还可以给我们买好多好吃的！快答应他，快答应他！叔叔我还没有吃过灵丹妙药呢，快让他拿出来一颗给叔叔我尝尝。裴荣景眸光扫了过来，见到老头双眼发光地盯着昭昭，快步走了过来，将昭昭挡在身后，警惕地盯着秦谷主。不知秦老找昭昭有什么事？老头我瞧着他骨骼清奇，是个学医的好料子，想收他为徒。裴荣景眉尾一抖，眉心拧到了一起。骨骼清奇不应该是练武的好苗子吗？跟学医有什么关系？这老头一看就没安好心，我们昭昭恐怕不适合学医，还是跟我回去学琴棋书画吧。秦谷主急眼了，冲上来拦住他们。那怎么行啊？这丫头充满灵气，怎么能学那些深闺妇人学的东西啊？她就应该跟着老头子学医。说吧，为什么非要我家昭昭拜你为师？这丫头能听懂动植物说话，身上有些奇特，老头子觉得她学医肯定比一般人要快得多。老头子我现在还差一个继承人，想让他继承老头我的衣钵。裴荣景没有说话，而是将目光转向了院子里的薛老身上。他这么多年了，连个嗜血蛊都没有研究明白怎么解，就这还好意思自称神医呢？老头子我可不想让我们神医蛊的传承毁在他手上。师傅啊，你听听你说的是人话吗？10年前你刚把我领进门就消失了，这么多年来我的医术可都是靠着我自己一点点摸索出来的呀。裴荣景大手揉了揉昭昭的小脑袋。昭昭想学吗？爹爹，我可以吗？裴荣景没有立即答应他，而是思索了片刻，转向了秦谷主。昭昭可以拜你为师，不过他不能跟你留在这里，你必须跟我们回去传授他医术。秦谷主看了眼自家的小院子，一咬牙点头，可以。还有，你不仅不能私藏全部交给他，还要教他制毒自保的方法。那是自然，昭昭是老头子的徒弟，我肯定要让他有自保的能力，我可不想刚新收的关门弟子发生什么意外。不过他终于把小丫头给拐到手了，想想就开心。院子里忽然响起撕心裂肺的惨叫，几人顾不得其他，立马跑过去。只见原本在锅里闭目疗伤的姜慈州忽然张开了双眸，血红的眼眸中带着癫狂，无数的黑色虫子在他的皮肤下不停地蠕动。秦谷主神色一变，立马闪身上前，抓起银针，刷刷刷扎在了的几处大穴上。寒毒已经清理完毕，现在要将他体内的蛊虫逼出来。雪龟，将为师的碧海沉星草拿出来。薛老闻言立即照做。师傅，那现在怎么办呢？用匕首划破他的手腕，将碧海沉星草放在伤口处，将蛊虫吸引出来，快！秦谷主不停地变换着银针的位置，护住姜慈州的心脉和大脑。薛老照着他的吩咐，在姜慈州的手腕划了一道伤口。闻到味道的蛊虫好像疯了似的，不断从他的伤口处冲出来，一条接着一条，看起来十分恶心。约莫放了半刻钟的血，那些扭动的虫子才彻底从他的体内消失。秦谷主将姜慈州身上的银针都拔了出来，又给他灌了一碗药，这才舒了口气。好了，蛊虫已经全部引出体内，现在只需要好好养养身体，其他的也无大碍了。他说完，走到放置蛊虫的木桶旁，往里面看了一下。南疆的嗜血蛊啊，可真是下血本啊！这蛊虫培育起来极其不易，养蛊之人轻易不会将这么珍贵的蛊虫拿出来用。这家伙是得罪了什么人吗？阿玉看到自家少爷终于获救，开心的不行。听到秦谷主的话，连忙将事情讲给了他听。你的意思是，区一个大夫因为这么个小事儿，就将嗜血蛊拿出来给他用了？不是秦谷主太震惊，实在是觉得这件事听起来有些难以置信。嗜血蛊培养起来的过程繁杂，甚至需要用到养蛊之人的心头血喂养，
这么珍贵的蛊虫怎么可能会随随便便被拿出来用？秦老，可是有什么问题？问题大了去了。秦谷主将嗜血蛊的制作过程悉数说了出来，且在最后又补充了句：此蛊只有南疆皇室才有准确的培育办法，否则蛊虫还没炼成便会死亡，怎么可能被下到他的体内呢？我看呐，这王大牛指不定是背后之人的障眼法。听闻此言，在场的人面色都凝重了不少。原本只当王大牛的身份不简单，很可能是南疆的探子，如今看来，这背后可能还有更大的阴谋。江慈州苏醒之后，恢复了些体力后，众人才收拾妥当，准备下山。临别前，昭昭又去见了仙树。仙树爷爷，我们要走啦，昭昭还会来看你的，下次昭昭给你带好玩的哦。仙树没有说话，树枝摇晃着回应他的话，一片树叶悄无声息地落在了昭昭离去的背影上。回去的马车上，小丫头，谢谢你。嘿，美人叔叔不用跟昭昭客气，是你先救了昭昭，昭昭这是报答你哦。昭昭真是个小福星，你出现以后，不仅替我找到了3年前的真凶，还治好了我身上的蛊毒。以后叔叔来保护昭昭，谁要是敢欺负昭昭，叔叔就跟他们拼命。昭昭也会保护美人叔叔的。裴荣景在一旁打断他们的话：昭昭难道不保护爹爹吗？啊，昭昭也会保护爹爹的。幼稚。哼，有的人呀，就是嫉妒本王有这么可爱又聪明伶俐的女儿。江慈州放在腿上的拳头硬了。半月后，淮南王府举办了一场赏花宴，裴荣景也收到了请帖。哎，乖徒儿，好徒儿，快告诉为师，你这个是怎么做到的？就是将人参换成了卤烧，百转救命丹就成了极可要人命的毒药了。就换了一味药，就变成了这么厉害的毒药？那毒丹刚一触碰到皮肤，就将肌肤灼伤了。要不是他及时丢掉，手指头都要废了。各种药物的药性相克，只要换掉其中一种看似简单的药，也会打乱其他药性的平衡，自然就全部都变啦。救命的丹药也会变成毒丹。秦谷主老泪纵横，不愧是他的好徒儿，这么快就自己研究出了新毒药。裴荣景刚走进院子就看到了这一幕，眉毛一扬，心情好得不得了。昭昭刚抬头就看到了他。爹爹，你今天怎么有空过来看昭昭？淮南王府有个赏花宴邀请本王，昭昭想不想去？有好戏看哦。啊，好戏，昭昭要去。淮南王，那不就是要刺杀弟弟的大坏蛋吗？正好我要跟着去，给大坏蛋一点点教训。嘿，我新研究的养养粉还没有实验过效果呢。1个时辰后，昭昭被打扮得像个精美瓷娃娃，被裴荣景抱着去了淮南王府。刚走进王府，昭昭好奇地打量着淮南王府的景色。哇，这里好大好气派啊，金碧辉煌的，一看就很有钱。爹爹，淮南王是不是很有钱呢？昭昭想做什么？不会是看上了淮南王的钱财吧？淮南王上次还找人刺杀爹爹，到现在都没来给爹爹赔礼道歉，让他出点血，不过分吧？说话间，裴景燕和裴昭堂从里面走了出来。昭昭妹妹，你果然来了这里。嘿嘿，这是六哥专门从皇宫里面给你带出来的糖，哎，你快尝尝。昭昭拿出一颗，小嘴一张塞了一颗，好甜。裴景燕在一旁笑得开心。燕语此时走了过来，在裴荣景耳边说了什么，他神色微微一变。本王还有事要处理，你们带着昭昭在王府里转转，一定要保护好她。放心吧，皇叔，昭昭就交给我们了。送走了裴荣景后，裴景燕和裴昭堂带着昭昭去了王府的后花园。凉亭里，裴景燕和裴昭堂将他们搜罗来的宝贝们全部拿了出来。昭昭妹妹，这都是我跟二哥给你找来的玩意儿，你看看喜欢吗？昭昭随手拿起来拨浪鼓摇了摇。昭昭很喜欢，妹妹喜欢就好。裴景燕说完，忽然想到什么，神色严肃起来。听说妹妹之前差点被坏人给拐跑。幸好有美人叔叔救了昭昭，不过昭昭现在有了自保的能力，一点也不怕他们了哟。我们昭昭真棒，上次我和六弟因为大哥的事情，这才许久没有出宫，这次出来我们不打算回去了，留下来多陪陪妹妹。真的吗？也太好了。这地方我们看上了，你们赶紧滚，
亭子外面来了一群人，为首的是个小胖子，他身边跟着苏慕瑶兄妹几个。裴景燕黑着脸站起身，将昭昭护在身后。这地方是我们先看上的，凭什么让给你们？小胖子你谁啊？上来就让我们滚，你知道我们是谁吗？怀书瑶最讨厌别人叫他小胖子了，他恼羞成怒地瞪着几人。本世子才不管你们是谁，这里是我淮南王府，本世子让你们滚就得滚，再不滚开休怪本世子不客气。我们就不走，我倒想看看你能如何。裴景燕和裴昭堂目光落在了苏慕瑶身上。苏慕瑶，你该不会以为找了个帮手就能欺负我们家昭昭了吧？告诉你，就算是淮南王来了，也休想伤害到昭昭。苏慕瑶脸上摆上无辜的表情，她上去对着怀书瑶可怜兮兮道：书瑶哥哥，我们还是走吧，瑶儿惹不起他们。上次在书院他们欺负了瑶儿，爹爹回去还罚了瑶儿。妹妹，你不必怕他们，他们今日若是再敢欺负你，哥哥还替你打他们。哥哥，这里可是淮南王府，可不是书院，他们欺负我们没关系，世子殿下岂是他们随意欺负的？可是瑶儿不想让书瑶哥哥为难，我们还是换一处凉亭歇息吧。瑶儿现在感觉我不是很累。他嘴上这么说着，表情却看起来极为不舒服，好像随时都要晕倒似的。裴景燕微微皱眉，这苏慕瑶小小年纪，后宫妃子那些手段倒是学了不少。怀书瑶本来就喜欢苏慕瑶，如今听到他这委曲求全的话，顿时气不打一处来。好啊，原来在书院欺负慕瑶妹妹的人就是你们。今日你们若是不跪下来朝慕瑶妹妹道歉，休想走出淮南王府。闻言，裴景燕和裴昭堂同时皱眉，眼神沉了下来。昭昭从两人身后探出头，小哥哥，你就是淮南王吗？原来淮南王府是你做主啊！我还以为淮南王已经年过半百了，没想到竟然是和我们一样大的小屁孩。他竟敢羞辱本世子，还不快将他给本世子抓起来！本世子要拔了他的舌头！就是这样，弄死这个小贱人，让他害得我被祖父嫌弃，还被父亲责骂罚跪，他死了也活该。围在怀书瑶身后的家丁们面面相觑，没有一个人敢上前的。今日来的不是达官贵人，就是名流世家。这小姑娘的穿着一看就不简单，真要做了什么，他们还有小命活着吗？世子殿下，要不还是算了吧，他们毕竟是王府的客人，若是闹大了，王爷那里不好交代，父亲那里我自会去解释。如果你们还不动手，休怪本世子先拔了你们的舌头。家丁们顿时吓得瑟瑟发抖。淮南王膝下没有子嗣，所以对这个过继过来从小看着长大的世子殿下特别宠爱，几乎是要啥给啥，恨不得宠上天去，这才养成了他无法无天的性格。还不快动手！家丁们眼底闪过挣扎，一咬牙朝几人走了过来。裴景燕一脚踹翻了走在最前面的家丁。怀书瑶，本皇子劝你最好不要动手，否则你这淮南王世子之位怕是坐不稳了。家丁们一听他竟然自称本皇子，当时全都吓得跪在了地上。殿下饶命啊，我们不知道你是皇子啊，你是皇子。他虽然贵为世子，却从来没有真正的去参加过宫宴，更别说是见过几位皇子了。苏慕瑶在一旁暗自咬牙，忽然他眼睛一闪，想到了什么。你骗人，你根本不是皇子，今日淮南王根本没有邀请皇子们参加赏花宴，你竟然胆大包天，竟敢在这里冒充皇子。上次在书院举办书法比赛，要求学子家长必须参加，当时他们的父亲也去了，他父亲就是个九品小官，他见到我父亲时态度十分谦卑，我父亲连个眼神都没有给他。世子殿下，你可千万别被他们给蒙骗了。就是你们父亲明明就是个小官，今日的赏花宴根本没有邀请6品以下的官员家眷参加，你们是不是偷偷跑进来的？裴景燕微微皱眉，当初父皇害怕他们的身份在学院里会引来心怀不轨的人刻意接近，所以隐瞒了他们的身份入学，更是有什么事儿都让他们去找编纂大人，这才让苏松年他们以为他们的父亲是个9品小官。你们都听到了，还不给本世子赶紧滚起来！他们敢冒充皇子，本世子这就将他们抓起来严刑拷打。家丁们自然也听到了他们的谈话，刚才的惶恐不安一扫而光。该死的小畜生，竟敢冒充皇子，还让我们给你下跪！看我不打死你们这几只小兔崽子！家丁们一股脑冲了上来。裴景燕和裴昭堂从小习武，对付区区几个家丁还不是手拿把掐，很快所有家丁就都倒在了地上。2哥6哥好棒，打得他们满地找
看着不断朝自己靠近的两人，怀书瑶说话都有些漏风。你们想干什么？我告诉你们，我可是淮南王的世子，你们要是敢动手，我父王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。现在知道怕了，刚才不是很嚣张吗？还有你们，尤其是你是不是觉得有怀书瑶帮你就能欺负我妹妹了？我告诉你，就算你再找几个怀书瑶，都不是我们的对手。裴昭堂直接将怀书瑶交给了二哥，他则拳头伸向了苏慕瑶。苏慕瑶吓得大惊失色，甚至下意识扯过了一旁的苏洵，替他挡在了身前。苏洵被一拳打飞出去。小姐姐，你怎么抓着你哥哥替你挨打呀？要是昭昭，才不会让哥哥替昭昭受伤呢。昭昭可是会心疼的。闭嘴吧，别说了，我不想听。本来就被妹妹的行为伤心的，此时更伤心了。被揍的四人哇的一声哭了出来，声音大的在远处的大人都听到了。苏怀瑾和温逸欢刚走过来了，就看到了自己女儿和儿子被揍得鼻青脸肿的倒在地上。苏怀瑾上去就推开了昭昭。谁允许你打我女儿的？妹妹！裴锦燕和裴昭堂立马跑向了昭昭，将她从地上扶了起来。谁让你打她的？是你，区区一个边钻之子也敢跟本官叫嚣？爹爹，他们没有被邀请，还冒充皇子。世子殿下不过说了他们几句，他们就动手打我们。没错，他们不仅打了我，连世子殿下都打了，简直没把淮南王府放在眼里。此时怀书瑶也被家丁从地上扶了起来。你们死定了！敢打本世子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。温逸欢心疼地将自己的孩子搂进怀里。冒充皇子乃是大罪，还不快来人，将他们拉下去杖毙！昭昭抬头看着他，小身板也在不由自主地颤抖。是他，前又见到了他，原来他们都是他的孩子。那这个将苏慕瑶护在怀里的男人，是不是就是我的？不是的，娘亲说过，他不是我的爹爹。裴锦燕觉察到他的害怕，低声安慰道：妹妹别怕，哥哥保护你。睁开你们的狗眼看清楚，我乃当今六皇子，我看你们谁敢杖毙本皇子。此时四周围满了人。这是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哎，那个小姑娘不是摄政王抱着的吗？嗨，我知道，她就是摄政王认回来的女儿，宝贝的很呢。苏怀瑾听着四周的话，忍不住皱了皱眉，目光不由得看向昭昭的脸，心头倏地一慌。刚才他太愤怒了，都没有注意去看这小丫头是谁。我竟然打了摄政王的女儿！正当他想着该怎么挽回时，温逸欢已经拉着苏慕瑶冲了上去。瑶儿，他刚才是怎么对你动手的？现在给我还回去！裴锦燕和裴昭堂立即挡了上去，警惕地盯着他们。温逸欢冷笑一声，拍了拍手，两道身影瞬间从天空半空中落了下来，直接扣住了裴锦燕和裴昭堂。你们敢，还不快放开本皇子！苏慕瑶，你若是敢动昭昭一根手指头，本皇子要了你的命！哼，死到临头还敢冒充皇子，给我掌嘴！裴锦燕和裴昭堂气得咬牙，早知道当初就不为了低调故意隐瞒身份了，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琪琪，不好了，小丫头这次要倒霉了！快去找摄政王那个煞神过来，千万不能让他们打小丫头。两只小老鼠倏的一下从昭昭的怀里冲出去，正好处理完公务回来，准备去找昭昭的裴荣景。刚走进院门口，两只小老鼠倏地窜了上来，燕语下意识抽剑就要斩上去。住手！燕语不明所以，但还是听话的收了剑。小老鼠在他面前蹦蹦跳跳，叽叽个没完。是昭昭让你们来找我的？小老鼠连忙点头，甚至伸出小爪子指了指左边通往后花园的门口。你们是让我跟你们去找昭昭？琪，快点过来！小老鼠说完转身就跑，裴荣景这才抬腿跟上了他们的速度。很快两人就被带着来到了后花园的凉亭外，里面还在不断传出哀嚎声。他顾不得其他，直接推开四周的人群挤了进去。娘亲救我！他的周围还有几个倒地不起的身影，模样同样浑身抓挠，狼狈不堪。裴荣景看了一圈没看见昭昭，一抬头就看到坐在凉亭里的三个人，他的衣服皱巴巴的，看起来很是狼狈。裴荣景看到这一幕，他长腿一迈走了上去。昭昭，是谁打的你？爹爹！好了，不哭了，告诉爹爹谁欺负你了，爹爹替你报仇。昭昭自己已经报仇了，而且他们没有打到昭昭，昭昭把他们狠狠地揍了一顿呢。裴荣景一愣，
将目光转向了那些还在哀嚎的人身上。我家昭昭真棒，够狠，像我。苏怀瑾僵硬地站在凉亭外，黑沉着脸上前。下官参见摄政王。裴荣景冷冷地看着他。敢打本王的女儿，你有几条命够杀的？若非看在你父亲钟永侯的面子，本王现在就能废了你的手。苏怀瑾的脸被划出一道深深的血痕，即便如此，他也不敢反驳一句。王爷教训的是在下没有认出小郡主，伤了小郡主在先。爹爹，瑶儿好痒，救救瑶儿！苏怀瑾听到妻子儿女的惨叫，面色微微一变。此事都是误会，还请王爷让小郡主赶快拿出解药，我儿他们等不得呀。误会？刚才昭昭已经将刚才发生的事情都讲给他听了。抢夺凉亭不成就想要动手，还故意诬陷他们冒充皇子，这桩桩件件到了世子嘴里，竟然都成了误会。若非本王的女儿有自保的能力，现在是不是已经被世子给杖毙了呀？王爷，是下官没有查明真相，冲撞到了2位皇子和郡主，还请王爷恕罪。一句恕罪就想将事情轻轻接过，那是不是以后任何人都可以冒犯皇家颜面，可以无视皇家威严？江慈洲阴冷的声音从一旁传来。苏怀瑾眉头紧紧皱了皱，显然也听出了江慈洲的话外之音。下官不敢。就是他们害得昭昭和他娘亲流落街头，还被温家否认了身份。跟在江慈洲身旁来的还有听到消息急匆匆赶来的淮南王，因为肚兜的事情本来就招惹了这座煞神，现在好了，他那逆子竟然还要打杀了郡主和皇子，这是嫌他活得太长了吗？你这个逆子，也不看看今天来的都是什么人，谁敢冒充皇子，谁说什么你就信什么，你的脑袋是木头做的。完了，全完了。怀书瑶虽然不是淮南王亲生的，可是也是从小就寄养在自己名下，是他看着长大的，感情还是有的，否则不会把他宠得成了如今这种无法无天的性格。他轻咳了声，挤到了苏怀瑾前面。那个荣景啊，书瑶他也是一时糊涂做错了事儿，摄政王能否看在本王的面子上，饶过他这一次啊？裴荣景没有说话，垂下眼眸看向昭昭。淮南王见裴荣景不理自己，心中知道这是有气，也不得不做个样子。还不快向郡主和2位皇子道歉？怎么是等着本王替你道歉啊？小郡主，2位殿下，都是我有眼无珠，没有第一时间认出你们，请你们原谅我吧。他现在心里后悔的要死，生怕淮南王因此对他失望透顶了，取消了他世子继承人的身份。世子殿下的道歉还真是没有诚意。怀书瑶想死的心都有了，他抬起头看向了淮南王，只见后者绷着脸，阴沉的可怕。父王这次是真的生气了。殊不知此时的淮南王心中想的却是肚兜的事情，要怎么才能堵住摄政王的嘴？对不起小郡主，对不起2位殿下，是小的有眼无珠，小的再也不敢了，请你们原谅我这一次吧。看到他这真诚的道歉的态度，昭昭心中的气也消了大半。这怀书瑶也是个倒霉蛋，没心眼儿，让人家当枪使了。原谅你也不是不可以，那你以后都不许再跟他们玩。多谢小郡主。江慈洲明显对这个结果不满意。你就这么让昭昭原谅他了？裴荣景没有回答他，扬了扬眉，扫向淮南王。淮南王，本王的昭昭是在你的王府受到如此委屈，淮南王不打算表示一下吗？还沉浸在肚兜事件中的淮南王闻言一怔。摄政王说的不错，今日的确让小郡主受到了委屈，本王这就让人将我那颗稀世珍宝南海明珠取来送给小郡主，以作补偿。淮南王的心都在滴血，那可是北疆进贡的南海明珠，是因为他大战西戎后皇帝才赏给他的。裴荣景低头看了眼小丫头，只见对方眼睛亮晶晶的，一副小财迷的模样。这等俗物我家昭昭并不喜欢，淮南王还是再给点别的吧。昭昭急得不行。不，爹爹，昭昭很喜欢的。裴荣景投给他安抚的眼神。别急，等爹爹给你再要点别的。江慈洲却低下了头，嘴角微勾。老狐狸，还得是他。那不知道郡主喜欢什么，本王这就命人去取。裴荣景轻轻地嗯了一声，似乎在思考。等了许久，就在众人以为他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，他忽然仰起了头。我家昭昭喜欢黄金，淮南王如此有诚信，
不如就给个10000两黄金吧。什么黄金10000两？不是，我听错了吧？是10000两黄金，不是10000两白银。真不愧是摄政王，一点也不是吃亏的主啊！摄政王，你是不是说错了什么？是10000两白银吗？淮南王如今不过40几，怎么也耳背了？本王说的就是10000两黄金，你可没听错。真是黄金？这家伙是在要赔偿吗？确定不是来我王府打劫的？淮南王这是不愿意吗？本王记得上次宫宴不小心捡到了一样东西。淮南王立即打断他：给，本王给。管家，去库房取10000两黄金过来。哦，还有那颗南海明珠，本王觉得把它放在郡主闺房当个照明的玩意儿也不错呀。听摄政王的。淮南王在摄政王身上吃了个大亏，现在也不急着走了，等着看忠永侯府的笑话。若不是苏世子的儿女教唆舒瑶，他怎么可能无缘无故的去找小郡主的麻烦，让他损失了10000两黄金和南海明珠？忠永侯府休想独善其身。不知苏世子打算用什么补偿小郡主啊？养羊粉的药效已经过去，温逸欢等人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。这小郡主已经惩治了那人和孩子了。淮南王暗骂了一句不要脸，受了那么点伤就能抵消10000两黄金，早知道他也让小郡主给怀舒瑶身上撒点了。还不知道淮南王心中想法的怀舒瑶此时正感动的不行，父王竟然为了他才拿出10000两黄金的，他以后一定要对父王死心塌地，为他养老送终。裴荣景没有看向苏怀瑾，而是冲旁边的姜慈州问道：少卿大人，不知教唆他人欺辱皇子郡主是何罪名？此乃大不敬，按照大圣朝律法，应当杖责30，以儆效尤。苏怀瑾猛地抬起头看向两人，眉心蹙得更深了。姜慈州和摄政王不是一向不对付吗？今日这是怎么了？为何一而再的向着摄政王说话呢？都听到了，还不会按照少卿大人说的去做？世子夫人意图杖毙皇子郡主，罪加一等，杖责50，其余3人各杖责30。不愧是摄政王啊，心狠手辣，毫不留情啊！那3个小孩子这30大板下去，不死也得残废呀！苏慕瑶一听到要打板子，顿时哭得死不承认。不要，爹爹救命，瑶儿不要打板子。爹爹，30大板会要了儿子的命的，你快救救儿子吧。温逸欢险些咬碎后槽牙，一脸虚弱地看向苏怀瑾。夫君，儿被打都无所谓，可孩子们还小，夫君您一定要救救松年他们呐。此时温逸欢心中恨得要死。一个贱丫头怎么就那么好命，被摄政王给找回去了？这丫头看着年纪不大，没想到心思竟然如此歹毒，敢给我和瑶儿他们下毒。温逸欢低垂的眼眸悄悄地扫了昭昭一眼。这怎么可能？怎么会是那个小贱种？不可能，那个小贱种怎么可能会是摄政王的孩子？难道温十一当初睡的男人根本就不是乞丐，而是摄政王？温逸欢被心中这个想法吓得不轻，小脸都白了。苏怀瑾以为他是害怕打板子，吓到了，心疼的不行。摄政王，这件事本就是个误会，况且郡主刚才已经下药惩治了他们，王爷何必要揪着不放呢？苏怀瑾，你是在教本王做事？裴荣景眉眼一沉，属于摄政王的气势倾泻而出，压迫的在场众人面色巨变。下官不敢。本王看你敢得很。哼，想要救他们的命也可以，那就学学淮南王，4万两黄金。苏怀瑾大惊。什么？温逸欢柔弱的形象都维持不住了。凭什么淮南王只需要出1万两黄金，我们就得出4万两？哼，怀舒瑶一个人1万两黄金，你们4个人4万两黄金有问题吗？还是说你们的命比较贱，不值钱？本皇子觉得他们真有可能觉得自己不值钱，而且光赔钱可不行，还得各打20大板才行。苏怀瑾和温逸欢的面色一阵青一阵白，要是不拿出4万两黄金，就是当众承认他们命贱，这让他们忠永侯府以后还怎么在圣经中立足，简直欺人太甚。